毒妇，你好狠的心，竟想放火烧死母亲！我没有，火不是我放的。这智障的台词，这智障的剧情，你还狡辩！夫君，你怎可如此不信我？早知道死后会传书，我就应该多翻翻那些女尊多妇而不是这个让人乳权堵塞的狗血大孽物。燕如亲眼所见，岂能有假？母亲，你打我！你这个打媳妇的狗巴崽子，家暴下头男，不成器的小畜生，老娘打的就是你！姨母，你别打亲信哥哥，要打就打我吧。哼，这年头居然有人主动送上门来挨扇，那我高低得成全你。母亲，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能打燕如？孽障，怎么对你母亲说话的？你再狗叫一个试试。陛下重孝，你敢顶撞我，就是大不孝。我打死你都是替天行道。你是想以身试法？在江书桐的母权压迫下，沈清信终究还是低下了脑袋。这时白莲花慕容嫣如忽然咳了2声，顺势就倒进了沈清信的怀里。沈清信看着慕容嫣如娇弱的模样，一下来了英雄气概，忍不住替她申冤。就算母亲您生儿子的气，那也不能动手打燕如，她没做错什么。哼，那不然我让她打回来？燕如不敢。沈清信伸手就要去扶慕容嫣如，你也给我跪下！嫣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一进门就对姐夫投怀送抱，成何体统？你娘不懂怎么教你规矩，我就替她教一教你做人的礼仪廉耻，这也是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燕如知道了，燕如谨记姨母教诲。你能知道自己的错处便好，以后就不要再犯。母亲，燕如不是那样的人。燕如都知道错了，你还在这胡搅蛮缠。说到底，这些乱七八糟的祸事，还不都是你这孽畜惹出来的麻烦？你还顶嘴，你再顶嘴，再顶嘴！果然，侯爷回来了。侯爷回来就回来，你慌什么？可是您这个模样，怕是会吓着侯爷。要不然，奴婢还是帮您梳洗一下。用不着梳洗，就这样吧，这模样挺好，下次他算我积德。这是怎么了？侯爷回来的正好，昨晚祠堂着火，差点没烧死我。咱们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宝娟，给侯爷搬张椅子过来。是，夫人。侯爷，姨母，你们别怪姐姐，姐姐不是有意纵火的，她只是被姨母责骂，一时气愤才推翻了烛台，绝不是有心想要烧死姨母。你人还怪好的嘞。燕如，她差点害死了你，你却还帮她说话，你的心肠未免也太软了。闭嘴，没让你说话。我又不是没看过原书，哪能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这把火分明就是他慕容嫣如放的，原本是打算烧死在祠堂罚跪的冤种女主慕容婉和，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沈清信当续弦，坐上世子夫人之位。结果碰上原生那个恶毒婆母去祠堂训人，发病晕了过去，差点被烧死。慕容嫣如担心事情败露，便恶人先告状，把罪名都推到了慕容婉和的头上。慕容婉和因此被关进柴房，断食整整7日。婉和，你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我都问过了，就是这毒妇纵的火，您又何必再听她狡辩？沈清信，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婉和是你的妻子，你让她说2句怎么了？衙门审案子还会给犯人自辩的机会，你倒好，2片嘴皮一闭一张就给她定了罪。你可真是青天大老爷啊！沈清信薄唇微抿，被他训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到底是没再吭声。婉和，刚才吓着你了吧？别怕，你只管如实说来，母亲替你做主。母亲这是疯了吗？
怎么对慕容婉和这个毒妇这么温和？那时候我在祠堂罚跪，母亲确实进来训斥了我几句。我想辩解，母亲却突然心急发作，晕了过去。我急急赶出去寻人，谁知才跑出院子，就见祠堂起了火，我只好又回去救人。火势来得猛烈，我唤了好几声，无人回应，只得拖着母亲的身子从祠堂里逃出来。你胡说！明明是我家小姐救的夫人，怎么就变成是你救的啦？桃儿，不许多嘴。你要是真的不想让她说话，在她说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应该制止她。现在话都说完了，你才阻止有什么用？是燕如管束不力。母亲，确实就是燕如拼死将您从火里救出来的，您为何就是不信呢？这毒妇定是怕受责罚，才编了谎话，想要将救人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除了春桃，可还有其他的人证？有，王嬷嬷说了，她赶去祠堂救火时，正瞧见燕如背着您从大火里踉踉跄跄地走出来。不信您问王嬷嬷。江书童眯起眼睛，看向被推上前来的老婆子，见她双手捏着衣角，明显有些局促，便知道她没说实话。侯爷，要不你来审？好。王嬷嬷，你可看清楚了，背夫人出祠堂的人究竟是谁？是。王嬷嬷被侯爷锐利的眼神看得一阵心虚，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见。我本想着世子夫人一向令侯爷夫人厌恶，府里所有人，甚至连世子爷都更向着慕容嫣如小姐，那我自然是帮着慕容三小姐说话的，如此也能在她面前讨个好。可眼下情况似乎不太对。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既然姐姐说是她救的姨母，那便当作是她救的好了，我不在乎的，只要姨母安好，我就放心了。嫣如，那也太委屈你了。哼，这到底是几年的龙井啊，绿茶成精了吧？王嬷嬷，你再不说实话，世子爷可就要被狐狸精勾走了。老奴不敢隐瞒，老奴赶到之时，夫人就已经被救出来了，只是夫人同慕容三小姐挨得近，同世子夫人离得远，老奴才错以为是慕容三小姐救的夫人。可老奴现下仔细一想，只有夫人和世子夫人身上有被火灼伤的痕迹，慕容三小姐身上却是没有的。说不定是世子夫人先将夫人救出，慕容三小姐是后面才到的。是个明白人，还算有点眼力劲儿。我瞧着也是，嫣如身上的衣裳干干净净，连烟灰也没有，不像是从火里出来的。那是因为我家小姐披了披风，才没有沾上太多烟灰。是吗？我怎么没瞧见那件披风？那是因为披风被火烧毁了。算了，桃儿，姨母既向着姐姐说话，我们就不要争辩了吧，免得惹姨母不痛快。你的风寒不是已经好了许多，怎的又咳得如此厉害？还不是救夫人的时候被龙烟呛的，可夫人不心疼小姐也就算了，还偏说是旁人救的。林嬷嬷，这婢子出言不逊，你去教她点规矩。是，夫人。贱婢，侯府主母岂是你能妄议的？再乱嚼舌根，老奴便拔了你的舌头，丢出去喂狗。姨母，是燕如没管教好下人，惹您生气，您要罚就罚我吧。嫣如，你这是干什么？你又没做错什么，更何况春桃也是护主心切。沈清信，你是觉得我不该惩治那个丫鬟，罚错了？母亲没错，只是孩儿以为丫鬟言行适当训斥两句便可，着实不必如此大动干戈。王嬷嬷是你找来的人证，她都说了救我的人是婉和，你是非要将这救命之恩算到嫣如身上才肯罢休吗？
我有时候都搞不清，到底婉和和燕如谁才是你的妻子。你的良心若是不要了，就拿去给狗吃了吧。父亲，你的母亲骂的没错。滚滚滚！要不是作者写的太潦草，我早就把白莲花纵火的罪证甩这狗儿子脸上了，真想直接火化了这狗崽子。这场火可有让夫人哪里受伤？还好，没什么大碍。那便好。他们3个脸上的巴掌印是，一个你儿子打的，2个我打的。他要是敢说我半个字的不是，我就骂死他。打得好。见鬼了！我记得原书里侯爷沈端的戏份虽然不多，但他们夫妻2人向来不睦。今天他怎么这么好说话？2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半晌，才鼓起勇气异口同声：“侯爷，你怎么还不走？”不行，我不同意。那夫人早点歇息。李嬷嬷，好好照顾夫人，若有什么要紧事，就到书房来找我。是，侯爷。不对劲，这个男人都30大好几的年纪了，刚才那一刹，居然有种伤心小狗的错觉。怎么觉得他不像书里的沈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燕如，昨夜之事是母亲一时糊涂，若伤了你的心，我替母亲向你赔个不是。我伤心的不是这个。那是何事？桃儿说，方才听到有下人在议论，说是我纵的火，想要害死姐姐。这事若传扬出去，我真是百口莫辩了。不是大姐，你大如附体呀，这儒学用得怪溜的。燕如，你别急，我这就吩咐下去。要是谁敢在背地乱嚼舌根，污了你的清誉，我就将他赶出府去。可那火终究不会是无缘无故着起来的。我知道你素来心思单纯，断不会有害人之心。那火定是慕容婉和搞的鬼，可惜母亲被蒙骗其中，看不清他的真面目。不远处，慕容婉和比江书童早到了几步，眼下正驻足在膳厅的门外，显然也听到了里面的对话。沈清心背对着他，没有察觉。慕容嫣如一手拿着帕子，一边无声的朝慕容婉和挑衅。慕容婉和明显是被气饱了，哪里还有吃饭的胃口，转过身就要走。江书童见状，正要大步上前对逆子进行棍棒教育，身后就传来一声叫唤：“姐姐，你怎么出门来了？也不在床上多躺2日。瞧瞧你这身打扮，披头散发像什么样子？脸色也白得同死人一般。要是叫侯爷见了，难免觉得晦气。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屋去吧。”来人是柳氏，慕容嫣如的亲娘，慕容婉和的嫡母，亦是江书童的远房表妹。自从上个月母女2人来侯府借住，就赖着不肯走了，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正是在柳氏的挑唆和言语打压下，原江书童和慕容婉和的婆媳矛盾越来越激化。原江书童对自身美貌的追求也愈发癫狂，近乎病态，甚至为了所谓的偏方，不惜在身上放满水蛭吸血，直至把好好的一副身体折腾得体无完肤，全身溃烂。最后这些黑锅毫无意外的全都落到了亲手给婆母熬汤药的慕容婉和头上。姐姐，你别不听我劝，你这模样真的太吓人了，是个男子都不会喜欢。慕容嫣如惊叫着从屋里跑出来，沈清心后脚跟了出来，看到柳氏左脸上熟悉的指印，抬头瞧见慕容婉和也站在门外，还跟江书童离得很近。沈清心下意识就先入为主，觉得是他在挑拨。慕容婉和，你又跟母亲胡说了些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就知道在这乱狗叫。婉和刚才根本没吱声。可是您与姨母一向交好，若不是她在刻意挑唆，你们2人怎会突然动起手来？侯爷，夫人好像又同世子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劝劝？去给夫人拿盒玉露膏来，别叫夫人把手扇肿了。
柳氏嘴上不积德，咒我去死，他自己犯贱，怪不了别人。我没有，亲信你母亲是我的亲表姐，我怎么可能咒她？母亲，你是不是听错了？姨母为人良善，断不会口出恶语。他说我的脸白得像死人，不就是在咒我去死？姨母应当不是那个意思。沈清信，你这一口一个姨母的，叫的可真亲近，要不然你也别认我这个母亲了，我给你换个娘，好让你们做一对相亲相爱的母子，你看怎么样？沈清信被他笑得心里发毛，哪里还敢再接话，场面一时有些僵持。昨日我没去兰心院，竟叫江氏这个蠢妇帮着慕容婉和那小贱人欺负了我女儿。我今天本想好好替女儿出口恶气，却不想一来就挨了个巴掌。柳氏将目光转向了沈清信，扬手假装要扇自己的嘴。都怪我这张嘴乱说胡话，惹姐姐生气，我该打。慕容嫣如和沈清信脸色微变，双双伸手去拦。发生了何事？是我自己说错了话，惹恼了姐姐，侯爷千万别怪姐姐。母女俩不愧是同一款绿茶，连茶味都一样。那你以后说话注意着点，少惹夫人。柳氏还想说点什么，只见沈端已经抬脚走进膳厅，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婉和，你饿了吧？我们进去用膳。瞧你这瘦的，得多吃点肉。谢谢婆母。嫣如，这鱼肉的鱼刺我已经挑掉了，你趁热吃。哎，你给婉和也加点鱼肉，要没刺的。他又不是没手，他自己不会夹啊。慕容嫣如也有手，你怎么不叫他自己夹？母亲这2日简直莫名其妙，明明以前那么讨厌慕容婉和，现在却护犊子似的护着他，还尽找我的茬。难道是慕容婉和给母亲下了什么降头？母亲，您好端端的又发什么脾气？嫣如染了风寒还没好全，又是咱们府上的客人，我对她照顾一些也是应该的。你再哇哇叫！边上的柳氏瞧出江书童这通脾气是冲着嫣如来的，不好当着侯爷的面与他争执，便夹了一块肥肉放到慕容婉和的碗里。婉和确实不爱吃鱼，她呀打小就爱吃肥肉，说是肥肉香。婉和，你说是吧？柳氏朝着慕容婉和狠狠瞪了一眼。慕容婉和平日被欺压惯了，自是不敢忤逆他的话，只是碗里的这块肥肉实在太腻人，他还没有开口，就忍不住捂着嘴巴，偏头转向了一旁。柳氏的脸色当场就冷了下去。要吃你自己吃，你才爱吃肥肉，你全家都爱吃。搁这阴恻恻的搓磨谁呢？真当我的儿媳妇没人疼？婉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我只是有点反胃，没胃口。婉和，你这该不会是害喜了吧？管家，还不叫人去请张大夫过来？我这就去请。张大夫，世子夫人的脉象如何？夫人放心，世子夫人并无大碍，只是害喜的有些厉害罢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大多女子都会在怀孕初期有此症状，过了头3个月便可自行缓解。太好了，我要当爹爹了。清信，你在这好好的陪着婉和，对她温柔点，听见没有？世子爷，不好了，小姐在院子里晕倒了。沈清信唰的从床边站了起来，做事便要拔腿往外走，然而还没等他迈开步子，就见江书童手里多出了一根棍子，正扬起手来等着抽他。母亲，你这……老子数到3，给我坐回去。可是嫣如她晕倒了就晕倒了，关你什么事？再说了，她本来就爱晕，来侯府后晕了也不止1次2次了，死不了人。小姐不只是晕倒了，还在石阶上磕破了头，流了好多的血。世子爷，奴婢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赶紧去看看小姐吧。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也不关你屁事，你就在这坐好别动，不然抽你。世子又不是大夫，他又不会治病，你喊他有什么用？可是小姐她……好了，你有空在这里嚷嚷，不如早点把你家小姐扶回去。外头又不是没有别人，不就是磕破点皮，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看燕如这风一吹就倒的身子，以后还是别出门了。母亲，你怎么能这样说燕如？燕如也是因为关心她姐姐才想着来看望的，不然也不会晕倒。她是专门过来添堵的还差不多，婉和一有孕她就见了血，哪有这么巧的事？谁知道她是不是存心的？燕如不是那种人。你瞎我可不瞎，总之你今晚就在屋里，哪也不准去，更不准去见她，听到没有？知道了。母亲大概是太想要孙儿了，你别同母亲置气。人都走了，你还演什么戏？啊？什么演戏？哼，你敢说母亲如此苛待燕如，不是你从中挑唆？还以为你有了身孕后能够安分些，没想到还是如此心思。歹毒2个字已经到了嘴边，沈清信蓦地扯到昨日被扇破皮的嘴角，到底还是忍了下来。算了，看在孩子的份上，今日之事我便不与你计较，只是你最好祈祷燕如无事。原以为他先前是被慕容燕如蒙蔽，才对我多有偏见，可这2日婆母已经把事情挑得分明，他却还是装着眼瞎，既想要我腹中的孩子，又舍不下对慕容燕如的惦念。沈清信，我这些年对你全心全意的钟情和付出，到底算什么？世子爷，你可算来了！小姐的身子发烫了一整夜，现在才刚刚醒过来。去请大夫了没有？一早就去请了，张大夫正在里头给小姐号脉呢。燕如如何了？世子爷放心，慕容姑娘已无大碍，只需每日照着方子服药便可。那就好。对了，昨日给世子夫人诊完脉，老夫忘了交代一件事。若是要保下世子夫人腹中的胎儿，上月开的那幅藏红花可就千万不能再用了。什么藏红花？那不是用来打胎的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好的，姐姐要藏红花做什么？难不成婉和上个月就已经有身孕了？她想打掉孩子。沈清信的脸瞬间黑了下来。他回侯府还不到2个月，倘若慕容婉和上月就有了身孕，那孩子便不可能是他的。母亲，你胡说些什么？姐姐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清信哥哥的事？我也不愿这样想，只是清信常年不在府中，我这不是担心婉和那孩子犯糊涂吗？张大夫，你确定世子夫人上个月就诊出了身孕？难道世子夫人没有同您说？这混丫头，她怎么净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清信哥哥，你先别生气，这其中也许是有什么误会，我相信姐姐不会无缘无故偷人的。沈清信含着脸色大步走了出去。说，那个野男人是谁？什么野男人？我不知你在说什么。你到现在还想瞒我？若不是张大夫说漏了嘴，我恐怕还不知道你竟是这般淫贱的女子。你坦白告诉我，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啊，我没有找野男人，孩子是你的。哼，张大夫说你上月就怀了身孕，可我才回府不过月余，你肚子里的野种怎么可能是我的？逆子，你要死啊！这样掐人脖子很好玩是吗？是很有男人味吗？还是很显英雄气概？怎么样，舒不舒服？爽不爽？要不要我再用点力？我什么我？婉和是跟你有杀父之仇啊，还是有灭族之恨啊？你要这样把他往死里掐？平时慕容燕如咳嗽一声，你都紧张的不行，现在打起媳妇来，你倒是一点也不心疼。你要是当不好婉和的夫君，我也不勉强你。我现在就让婉和当寡妇，省得她天天在你这受鸟气。沈清信被他掐得脸红脖子粗，
想反抗又不敢反抗，方才那股子嚣张的气焰一下泄了大半，哀求着让江书童放手。哼，我就不松，你能打我咋地？你还想弑母啊？姐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样是会把亲信掐死的呀！姨母，您快松手吧，就当燕如求您了。知道错了没有？知道了，知道了。错哪了？我不知道啊。给我在地上跪着，好好反省反省。沈清信又生气又憋屈，抬起头正要理论，就见江书童的巴掌已经蓄势待发的等着扇他，嘴边的话硬生生的又给他憋了回去。姐姐，你别动不动就打亲信，这男子的脸面是极其重要的呀。而且今日这事确实是婉和不对，这天底下哪个男子听到妻子与人通奸，能不发火不气疯？是啊，姨母，亲信哥哥只是冲动了些，但也是情有可原的。你两个这装什么好人，还在我面前唱上红脸了，当这里是戏台啊？姐姐你别误会。别，我不是你姐，沈清信才是，不然哪能让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护着？真是好笑，侯爷都不曾管过我，你倒是三天两头就对我指手画脚，还想教我做事，你多大脸啊？姨母不是这样的。还有你，刚刚不是还躺在床上，一副快要断气的样子，怎么现在又能生龙活虎的下床了？总不能是回光返照了吧？慕容嫣如一下僵住，突然觉得说啥都不对，就连这病好像都快装不下去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脖子上还疼不疼？慕容婉和微微摇头，不是很敢说疼。虽然这个夫君我如今也不是很想要了，可总不能叫孩子一出生就当孤儿吧。你别怕，有母亲在，断不会让这孽障再多你一根头发。他要是再敢胡来伤到你和孩子，我非扒他一层皮不可。母亲，你不要被他骗了，那个野种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儿。你再说这种混账话试试。张大夫，方才是你在世子面前挑拨，说婉和上月就有了身孕，还向你讨了藏红花。还望夫人慎言，老夫与世子夫人无冤无仇，又岂会胡乱污蔑于他？老夫不过是同世子爷实话实说罢了。哼，好一个实话实说，你可知你空口白牙便可害去2条性命，当真是杀人不见血。我看你这些年救死扶伤的医书全读到屎坑里去了。是夫人您自个儿治家不严，叫侯府里头出了这样的丑事，怎的就怪到老夫身上来了？姐，不是，夫人，就算你想护着婉和，那也不能把脏水往人家张大夫身上泼呀。更何况家丑不可外扬，这事儿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照我说，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叫婉和打了那个野种，也算是给了他教训，此事便算过去了。母亲，我是被冤枉的，此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我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叫我的孩儿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姐姐，你又何必如此强硬？母亲这样也是为了你好。我只求清白，用不着他这样的假好心。慕容婉和，到现在你还护着那个野？我相信婉和是清白的。张大夫，虽然你是大夫，说话也要讲证据。你如何证明婉和上月就有了身孕？我上月给世子夫人开的那张方子，还有世子夫人叫人去药铺买的那包藏红花，就是证据。如此说，要想证明姐姐的清白，就只能搜一下姐姐的屋子和她的贴身丫鬟杏儿的住处了。愣着做什么？给我去搜！慢着，世子夫人的屋子岂是说搜就能搜的？婉和的药方子和煎药的药材，向来是交给杏儿保管，你们只去搜她的住处便是。秦信，你让你的人去搜，其他人都在这待着，谁也不准离开。还不快去！世子，小的没有找到张大夫所说的那张药方，也没有找到什么藏红花。怎么可能没有？怎么，你很希望自己戴绿帽？可是张大夫说，
比起自己的妻子，你倒更愿意相信一个外人。有你这样的夫君，婉和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难道真的是我错了？怎会没有？是不是搜得不够仔细？要不春桃，你再去看看。不用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杏儿的住处搜不出藏红花。因为藏红花根本不在屋子里，而是在春桃身上。林嬷嬷，你去搜一下春桃的身子，叫咱们瞎了眼的世子爷看个明白。是，夫人。林嬷嬷大步走到春桃身前，伸手往她身上摸了几下。春桃下意识想要躲闪，就被林嬷嬷从怀里掏出一张方子和一个小罐。拿来吧你。看到林嬷嬷拿回到眼前的东西，沈清溪捏落了2下嘴唇，神色怔怔。这还看不明白吗？分明是有人想借这2样东西陷婉和于不争之谜。只要春桃去搜了屋子，将药方和藏红花顺手藏在角落，再故意将其翻找出来，那婉和和她腹中的孩子便再也洗不清了。事实是江书童猜到了柳氏母女会将罪证放到杏儿的住处，所以在赶来的时候叫林嬷嬷提前翻找了出来，寻了个机会塞到了春桃身上。不就是栽赃嫁祸的小把戏，我也会，宫斗剧又不是白看的。夫人，奴婢冤枉，奴婢冤枉的。冤枉？哼，东西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容不得你辩解。说吧，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是你家小姐，还是你家夫人？我不知情的，我也是被骗了。张大夫看眼前的情况不对，立马找借口就想溜。来人，将春桃这货主的东西拖下去，给我狠狠的打，打到他全招了为止。另外，给张大夫搬个椅子，让张大夫好生在边上看着。若是春桃晕了，就叫他拿针扎醒；若是不小心打死了，那这条人命他也只能算在张大夫身上。张大夫，你说是不是？张大夫被他盯得脊背阵阵发凉，心知自己这回是踢到了铁板上，哪里还敢猖狂？这侯府主母当着确实爽哈，想扇谁就扇谁，想打谁就打谁，把我常年堵塞的乳泉都打通了不少。哎，果然权力令人沉迷。什么时候我要是能搞个太后当的，那不知道得有多得劲。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婉和，我哟，这是知道错了，又想过来给婉和肚子里的孩子当爹了？孩儿知道错了，今日之事确实是我错怪了婉和，孩儿也不是有心的。若不是春桃故意栽赃陷害，我又怎么会不认自己的亲生骨肉？等等，你说清楚点，什么叫春桃故意栽赃陷害？难道这事不是他的主子指使的？母亲，您为何对燕如有如此大的偏见？燕如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清楚吗？春桃受了重刑，刚刚全都已经招了。春桃招了什么？那贱婢说她自幼倾慕于我，原本盼着燕如同我完婚之后能叫我纳了她做通房，谁知后来却是婉和嫁进了侯府，她便因此对婉和心生怨恨，不想叫她诞下腹中的孩子，所以偷了燕如的首饰，买通了张大夫，以此来污蔑婉和不贞。啊，这么说，春桃的供词你一字不落的全都信了？为何不信？他说的这些并无自相矛盾之处，应当就是事实了。你当真觉得这是跟慕容嫣如一点关系也没有？婉和，你别怪嫣如，此事由春桃而起，嫣如为此也是很内疚，她觉得没管好自己的婢女，十分对不起你，所以一直在外头跪着，说是要给你赔罪。方才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肯起来。我和腹中的孩子差点因为春桃的构陷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孩子的父亲却丝毫没有愤怒之色，只有对慕容嫣如的庇护。这真是可笑。你既然那么心疼他，怎么不去跟他一起跪着？慕容婉和，你别这样，我承认这事是我错了，我也知道你怨我，你有气打我骂我都好，只是嫣如，你要只是来替他说情的，就不要再同我说话了，我不想听，滚出去。
干得漂亮！这种拎不清的狗男人就不该惯着，你应该再踹他2脚。喂，不是，慕容婉和，你赶我出来做什么？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春桃也受到了应有的责罚，被打得浑身是血，没了大半条命。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世子，什么事？慕容小姐她好像晕倒了。婉和，情爱本来就是人的贪念，你若是一心执着于此，那心里就要有个准备，要去吃够这爱情的苦。我不想吃苦了，我已经吃得够多的了。哟，原来他也知道自己很苦啊。这么说来，儿媳妇这个恋爱脑还有的救。那就不吃这苦了，咱跟他和离。啊？和离？你不会到现在还放不下沈清心那狗崽子吧？母亲，我也罢，和离不是小事，总得考虑清楚才行，免得将来后悔，白费一番折腾。是我让母亲失望了，清心那样对我太没骨气了。我知道你是怕和离之后带着孩子不好过，但有我在呀，不管怎么说，你肚子里怀的都是我的宝贝孙孙，我还能叫他在外头吃苦了不成？这样吧，这2日我叫人寻几处宅子，你到时候去挑一处自己喜欢的，我给你买下来。等你和亲信和离之后，我再给你配些丫鬟婆子和护院，你别安心的住着。买宅子给我住？母亲，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嗨，你是我儿媳妇，又救过我的命，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再说了，侯府又不差这个钱。对了，你平日不是还喜欢捣鼓些药草什么的，我就再给你买个沿街的铺子，你想开药铺或者开医馆都行，随你怎么折腾。总之银钱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赔了就算我的，赚了就分我些，岂不美哉？母亲，我真的可以在外头开医馆吗？可一旦我与亲信和离，我与侯府便再无瓜葛，怎好再用侯府的钱财？那有什么？你不当我儿媳，可以当我义女，要不然当我义妹也行。到时候亲信见了你，还得叫你一声干娘。那场景想想都痛快。不是，刚刚嘴瓢了。不过和离之事，你考虑考虑。夫人，您该不会真的让世子夫人同世子和离吧？难道不可以吗？这奴婢还以为夫人您说的是气话。这事儿您要不要同侯爷商量一下？不管怎么说，一旦和离的消息传出去，总归有伤侯府颜面，侯爷怕是不会答应。和离，夫人，你要与我和离？是这些年你嫁给我，我确实有许多照顾不到的地方，叫你受了不少委屈。可你若有什么不顺心的，只管同我说便是，我一定好好的改。所以能不能不要和离？侯爷，你误会了，这和离书不是我要用，我又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干嘛放着好好的侯府主母不当，要闹着与侯爷你和离？我才不傻，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难得可以仗着这个身份作威作福，我可不会那么早就把位置让出去，至少得把那渣儿子收拾了再走。那和离书是给谁的？给你那个不成器的逆子的。侯爷，你该不会不让婉和和离吧？毕竟这和离书已经写了，婉和又救过我的命，我没法再叫他受委屈。要是他们用不上，那就只能咱们用了。别，那还是他们用吧。侯爷，今个儿有您最爱吃的蟹粉狮子头。侯爷不爱吃这菜。这姐姐你是不是记错了？侯爷怎么会不爱吃呢？侯爷近来口味变了，喜欢吃辣菜。侯爷，你说是不是？夫人说的不错，本侯与夫人如今都嗜好辣味，这盘狮子头早已腻味了，撤了吧。那这盘椒麻鸡，侯爷应该喜欢吃吧？哎呦，吃饭就吃饭，你在那里唧唧歪歪个什么劲儿？搞得我胃口都没有了，不吃了。姐姐，你有什么火气冲着我来便是，何必当着侯爷的面发这样大的脾气？
侯爷操劳了一天，在外头也没能好好吃个饭，好不容易回府上吃顿好的，你这么一闹，岂不是叫侯爷连吃饭都不安生？你这话真有意思，侯爷是我的夫君，何时轮到你来操心了？你这么温柔体贴，怎么不多关心一下自己的丈夫？还是说你在侯府住久了，连自己的丈夫是谁都搞不清楚了？我没想那么多的，我只是觉得住在侯府多有叨扰，才多费了些心思，想替姐姐你分忧，将侯爷和亲信照顾得更好些。姐姐若是嫌我做的不……原来你也知道在侯府借住这么久，很叨扰人呀。那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搬回去住呢？我记得慕容朝只是个7品的金县县城，府邸也不大呀，修缮几间屋子应该用不了那么久吧？这都2个多月过去了，再破的屋子也该修好了吧？当初家中失火，我原是打算带着燕如去别院小住，是你一定要叫我们过来侯府住，说是侯爷久出未归，你一个人在府中寂寞，平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是怕你孤独，这才想着过来陪陪你。如今你却突然要将我们赶走，这实在叫人伤心。更何况燕如眼下还病着。慕容燕如赶紧配合着柳氏，低头咳嗽了几声。她一咳嗽，沈清信也就坐不住了，连忙帮腔：母亲，先前是你硬要把人接过来，如今又要把人赶走，未免太不讲理了。你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侯爷，你说巧不巧，帝京近来就走了2次水，一次是那慕容府，一次就是咱们侯府。他们母女俩走到哪就着了火，我这也是被火烧怕了嘛。而且自从燕如来了府上，一下又是生病，一下又是磕破脑门，许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了。照我说，就应该把她送到寺庙里去晦气，那也是为了她好，是不是？要不然她继续留在府上住着，万一煞到婉和肚里的孩儿，岂不是损了沈家的子嗣？我可都是为了沈家的香火着想啊，却还要被这逆子指着鼻子骂，可见在他眼中，怕是早就没有我这个娘了。我真是命苦啊！这蠢妇什么时候也学会这套了？母亲，你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吗？怪里怪气的。在饭桌上冲母亲大呼小叫，你的礼都学哪去了？还不快点向你母亲认错！母亲，孩儿知错了，我不敢顶撞您。可是侯爷，我心寒呀！从小到大，桩桩件件，哪个事儿不是我费心费力替他着想？可他竟是一点也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呀！说我怪里怪气，那我就怪给你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听见没有？你母亲都是为了你好，她方才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柳氏刚刚不是说慕容朝在帝京还有个别院吗？就叫他们搬到别院去住吧。侯爷，这可使不得，别院荒废许久，尚未整饬出来，只怕一时半会儿打扫不干净，白白加重了燕如的病情。父亲，这走水之事都只是些巧合。母亲是妇人，难免被那些方士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可父亲您一生杀伐无数，怎么也兴起了这些无稽之谈？怎么，你刚忤逆完你母亲，现在又要来忤逆我了？孩儿不敢。慕容婉和，你别坐这里不吭声，你也说2句。人又不是我赶的，你冲我发什么火？这都闹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有胃口吃？不让我吃饭，难道你是想饿死你的孩子吗？好歹柳姨母是你的母亲，燕儿又是你的亲妹妹，难道你真要将他们赶出府去？哎呦，侯爷，我的心口好痛，快要喘不上气来。我要是被这逆子气死了，你以后别让他给我上坟，我怕压不住棺材板。林嬷嬷，快把夫人平日吃的清心丸拿来，再倒杯水来。是，侯爷，我怎么突然觉得燕如母女在府上住着折我的寿啊！哎呦呦呦！孙管家，你明日多带几个人去帮着柳氏将别院清扫出来，再去把冯太医请来，给
给燕如好好看看她的咳症，咱们侯府就不留人了。是，侯爷。婉和，燕如现在很不好，冯太医刚来看过，说是这2日最好不要见风，要不然你去向母亲求个情，让柳姨母和燕如在府上再多住几日。母亲如今最是听你的话，只要你开口，母亲一定会答应的。我不去。慕容婉和，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燕如又没得罪你什么，亏她先前还一直帮你说话。沈清心，我们和离吧。什么和离？慕容婉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你刚才不是说让我去向母亲求情，将慕容嫣如在府上多住一阵子吗？你把这纸和离书签了，我就去说情。你拿和离书威胁我？我知道你喜欢争风吃醋，本以为你怀了孩子当了母亲能够稳重大度一些，却没想到你竟是越发会作妖了，也不知从哪学来的这些不入流的手段，简直倒反天罡。我没有威胁你，我是认真的。你既然那么放不下慕容嫣如，那便与我和离，娶她为妻，如此她就可以永远的留在侯府，留在你的身边，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为了这点小事就要和离，你至于吗？在你眼中，与我有关的都是小事，与慕容嫣如有关的便都是紧要的大事。因为她是我妹妹，所以我什么都该让着她，忍着她。那现在我把夫君让给她，也没什么错吧？也不能说是让。之前你们口口声声说这个世子夫人的位置是我抢了嫣如的，那我正好将世子夫人的头衔连同你一起都还给她，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说抢就抢，你说还就还，你把我当什么了？当一个屁，我想放就放了。慕容婉和，你到底在闹什么？我知道葬红花一事让你受了不小的委屈，可发生那样的事，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若是有嫣如一般的安分乖顺，旁人又如何陷害得了你？吵，一天到晚没个消停。沈清信，这日子你还要不要过了？母亲，您骂我做什么？又不是我要吵架，是他非要和离，不想跟我过。什么？和离？母亲，您说说他，哪有人动不动就要和离的？这样的坏毛病就不该惯着。婉和，你真的打定主意要跟亲信和离？母亲，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母亲，您别听他的，他就是不想嫣如在府里住，才故意找事儿。不然他一个怀了身孕的女子，离了侯府还能去哪里？哎呦，你还知道婉和怀着身孕呢？为了一个外人把婉和气成这样，我看你也不是很想当爹。要不然这纸和离书你就签了吧。母亲，您怎么一直替他说话？难道您的儿子与发妻和离，您的脸上很有光彩吗？面子是重要，但我的宝贝孙儿更重要啊。为了不影响婉和的心情，让她能够安心养胎，我觉得你还是早点把这和离书签了，还她一个清静自在。我不签，我沈清信此生只有丧妻，绝无和离。丧什么妻？你这谁呢？一天天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今日这和离书你不签也得签。母亲，您真的是我母亲吗？这几日您动不动就打我骂我，如今还逼着我与慕容婉和离，您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才怪。你以为打你我就不心疼？不心疼。慕容婉和，你死了这条心，和离书我是不会签的。你想再嫁，除非我死。母亲，他方才说死都不要和离，死也不签，那去父留女也挺好。去父留女？母亲，您为何如此肯定？我怀的一定就是女娃娃。这个嘛，我总不能说原书里写了，你头胎怀的就是女儿，只是被你们折腾没了。都说酸儿辣女，我瞧着你最近喜欢吃辣，才这么推测的。怎么，你不喜欢闺女？我自然喜欢。可亲信若是怎么都不愿签和离书，那就休了他。老奴觉得世子爷也不是全然无可救药，如今世子夫人有了身孕，两人相处久了，世子爷总会发现世子夫人的好的。迟来的深情比草贱，若换作是你，等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人被埋了，你的丈夫才意识到自己爱你，这样的爱给你，你要吗？
哎呦，老奴可不敢要。那死丫头真是猪脑子，放着好好的世子夫人不当，居然要和离。她以为她是个什么东西，还端起架子来了。到时候真成了弃妇，我看帝京哪个男人还会要她？又不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和离了还能改嫁？贱种就是贱种，跟她那个早死的娘一样，天生贱命，享不了半点福气。哼，她一个下贱的庶女，顶着这世子夫人的头衔，本就德不配位，自然坐不稳当。我早说了，这平阳侯府的世子夫人只能我来做。那是，我的燕如生来就是富贵命，岂是她一个小贱种能比的？她抢走的东西早晚要还给你。那母亲，咱们还要继续在侯府待着吗？当然要待着。亲信越是关心你，那小贱人才会闹得更厉害。男人能有多少耐心跟他耗？你以为亲信昨晚不答应和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孩子。哎，你还是太年轻了，不懂男人。亲信才多大，又是那样金贵的身份，他想要孩子，有的是女人给他生。他不过是被下了面子，心里过不去罢了。等慕容婉和多闹上几次，他也就烦了，自然会松口。你等着瞧就是了。母亲的道理自然不会有错，只是侯爷昨日已经发了话，我们这样赖着不走，是不是不太好？万一姜氏真的叫人来赶我们，我还就是不走了。他若真叫人来赶，我就一头撞死在侯府大门外的石狮上，叫全地京的人都来看看你那忘恩负义的庶姐是个怎样的不孝女。陛下最是重孝，我就不信还有人敢在天子脚下行这大逆不道之举。小姐，您收在匣中的玉佩不见了。玉佩？什么玉佩？我自小一直贴身戴着的半块同心鸳鸯佩，前节日玉佩的红绳断了，我便把它收进了匣子里。难道是那块能证明婉和公主身份的玉佩？15年前，西陵王以昭起兵造反，当时的皇后，如今的太后，在带着还只是皇子的皇帝逃亡之时，给亲生女儿穿上了儿子的衣服，推出去引开叛军的追捕，这才换来了当今皇帝的一线生机。正因如此，太后和皇帝才对昭华公主深感亏欠，至今仍暗中派人找寻她的下落。这个昭华公主就是慕容婉和。杏儿，世子夫人的首饰向来是你保管的。啊，不是奴婢干的。玉佩丢失的那日，夫人和三小姐来过七云阁。至于小姐的首饰，自上月起便陆陆续续没了大半，只是小姐不想生事，就没有声张。在原书的狗血剧情中，昭华公主的身份被慕容嫣如冒领了，柳氏更是借此唆使慕容嫣如求来了陛下的赐婚圣旨，让她以平妻的尊荣嫁给了沈清心。真是一对贪得无厌的母女。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哼，看来府里真是出了好大一个贼。什么贼？夫人，你丢东西了？侯爷，你打仗那么厉害，肯定也会捉贼吧？你想怎么捉？等下你就知道了。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千万别跟我唱反调。好，都听夫人安排。贱婢，你一个卑贱的丫鬟，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对我们？当然是夫人给我的胆子。你不是说要撞死在侯府门外的石狮子上吗？夫人说了，让你要死赶紧死，奴婢好早点替你收尸。柳氏闻言，立刻瘫坐到了地上，扯着嗓子开始哭嚎了起来，言语间都是在给慕容婉和泼脏水，给她扣不孝的帽子。来来来，大家都来看看，年度大戏精彩上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不是，这蠢妇唱的又是哪出？慕容婉和，你太过分了！臭小子，你是不是瞎？关婉和什么事？母亲，这么多人看着，你还嫌不够丢脸吗？有什么事不能在府里说？慕容婉和，我真没想到你竟会这样的狠心。你不顾自己的脸面也就罢了，难道连侯爷和亲信的脸面也不顾了吗？我还有什么脸面？作为我的母亲和妹妹，你们赖在侯府2个多月，不但在侯府白吃白喝，吆三喝四，
全无做客之道，甚至还偷到了婆母的珍宝玉器。唉，我的脸面都要丢光了。看上这样的母亲，世子夫人可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侯夫人真是好脾气，这样贪得无厌的蛀虫，竟也能忍她2个月。换作是我，绝对1天都忍不了。胡说八道什么？我哪有偷府里的东西？这些金簪玉器明明都是侯夫人自己送给我的。我怎么不记得送过你这些？不问自取是为贼，你好歹是县城夫人，该不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吧？你怎么还赖账呢？送人东西又反悔，未免太下作了。若是你舍不得送，一开始就不要装大度，如今倒诬陷起我来了，这还让不让人讲理了？亲信哥哥，我实在没脸了，姨母这般羞辱我与母亲，还不如叫我去死。哎，这其中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这要是真偷了东西，应该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吧？到底偷没偷，开了箱子查看一下就知道了。我屋里不只是丢了珠宝首饰，还丢了一件御赐之物，这可是丢不得的东西，我总不可能将它也一并送给你了吧？母亲，得饶人处且饶人，就算东西真是姨母拿的，你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将事情闹得这样难看？发生了什么？侯爷，他偷了我房里的好些宝贝。你看，那玉镯可是当年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呀，他竟然也敢偷了去，实在是太可恨了。侯爷，这个镯子明明是前段时间燕如买给我的寿礼，什么时候变成江氏和侯爷的定情信物了？这蠢妇莫不是疯了，在这睁眼说瞎话，侯爷岂会跟着他一起胡闹？真是好笑。侯爷，这镯子是燕如买给我的，姐姐眼神不好，误认了镯子，您总该认得清楚吧？这镯子确实是本侯与夫人的定情信物。柳氏，你好大的胆子！天啦，还真是他偷的，我差点叫这贼妇给骗了。不会吧，他看着不像会偷东西的，这其中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侯爷战功赫赫，想要什么样的赏赐没有？没道理去争抢一个夫人家的镯子，那镯子肯定就是贼妇偷的。侯爷，这明明是姐姐诬陷我，您不替我澄清也就罢了，怎么还向着她说话呢？还想让我的夫君向着你，在侯府待了2个月，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侯府夫人了。慕容朝要是知道你赖在侯府不走是为了勾引侯爷，怕是要气得脸都绿了吧？来人，给我拿住柳氏，开箱搜宝。江氏，你怎得如此狠毒？便是你容不下我，可燕如又做错了什么？你这样叫人当众翻找燕如的私物，还叫她怎么做人？我看谁敢！哎呀呀呀，心口疼！哎呦呦呦，站不稳了。侯爷，这事还是你来处理吧，我是管不着了。哎，路遥，你去。是，玉佛像真的在这里。既如此，报官吧。姐姐，母亲被关入大牢吗？哎呦，杏儿，我肚子好疼。大夫说了，您这一胎不稳，可千万别动了胎气。奴婢这就带您回内院请大夫。路遥，你在柳氏的箱子里有没有找到那同心鸳鸯佩？夫人说的玉佩可是这一块？对，就是这块玉佩。小陆，干得不错，我本来还有点担心，就那一会儿的功夫，你来不及翻正，没想到你的手脚还挺快。那当然，属下这身功夫可是侯爷手把手教的，这点小事自是不在话下。夫人，以后若有什么吩咐，只管交给属下便是。嘿呦，瞧你这嘴甜的，可比我那逆子会说话多了，叫人听着就舒坦。路遥，这里没你事了，你可以走了。是，侯爷也太小气了，夫人不过是夸了我几句，就急着赶我走。侯爷，今日之事还得多亏了你出面，不然我一个人还真有些镇不住那样的场面。你到底是上过战场，杀过敌的，方才从府里一出来，简直威风凛凛，横扫八方。
我当时就在想，这样英俊威严的男子竟是我的夫君，我真是何其有幸，难怪地境的那些夫人个个都羡慕我。夫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是在想，侯爷您近几日看看能不能找个时间将景象请到咱们府上喝个茶什么的。你想见南宫恒？怎么，侯爷你跟他有过过节，你俩不对付啊？倒也没有不对付，只是夫人你突然说要见恒相，叫我有些诧异。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把景象得罪了，请不来他呢。南宫恒不仅是陛下身边最炙手可热的权臣，还是帝京第一美男子。整个帝京，上至90岁老太，下至3、4岁幼童，但凡见过南宫恒的，无不倾倒于他的俊美风姿。难道夫人他也？夫人为何要见恒相？不是我想见，也不能这么说。我总不能说我看过原书，知道南宫恒受陛下和太后所托，在暗中查找昭华公主的下落。这事在原文里一共就3个人知情，我甚至都不能拿着玉佩主动去相府找南宫恒，不然一旦被太后猜忌，我这小当年之事怕是要被抹脖子。侯爷，其实我找恒相是为了婉和，但具体情形到底怎么样，得到时候恒相来了才知道。让我去请恒相也行，只是我有一个条件，若是我将人请到了，我就搬回来住，你不能再推辞。他要搬回来就搬回来，大不了我搬出去就是了。夫人，不好了，慕容3小姐刚刚带上汝阳王妃来府上，说是柳夫人箱子里的那尊红玉佛像是宝娟故意放进去的，柳夫人是被冤枉的，他们把宝娟抓起来了。什么？现在宝娟如何了？他们叫人把宝娟摁在地上，打得头破血流，逼着她在供状上签字画押。怎么会这样？我从未听说汝阳王同父亲有什么来往，这无缘无故的，汝阳王妃怎会替柳氏说情，还闹到了侯府来？汝阳王妃今日前来，怕是为了荣安郡主。荣安郡主，我也是才听人说起，李大哥慕容慧前几日在湖边救下失足落水的荣安郡主，眼下柳氏被送了官，下了大狱，慕容慧为了救她出来，定是求到了荣安郡主那里。这个荣安郡主和汝阳王夫妇都不是省油的灯，在原书里没少在慕容嫣如和柳氏的挑唆下，帮着他们仗势欺人，打压婉和。大哥竟然攀上了汝阳王妃的高枝，如此一来，宝娟岂不是危险了？哼，这里是侯府，任他汝阳王妃身份再贵重，也休想在我眼皮底下撒野。他若敢硬来，我便叫他有去无回。一个王妃再尊贵，又岂能比得上太后嫡亲的女儿，陛下唯一的皇妹？我手上握的可是长公主这张底牌，到时候亮出来，吓死！宝娟姑娘，我知你是姨母身边最得宠的大丫鬟，向来瞧不上我与母亲。若是母亲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替母亲向你赔个不是，只求你还我母亲一个清白。只要你在这纸供状上画押，我自是不会与你追究昨日之事，也能叫你免受这皮肉之苦。他一个不知尊卑的贱婢，你求他做什么？他若不肯签了这供状，那我便打到他签了为止。李嬷嬷，给我狠狠地打！住手！愣着干什么？没听到郡主说的吗？还不给本妃打！一道鞭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偏不倚的狠狠落在石桌旁的汝阳王妃肩上。汝阳王妃猝不及防，当下痛哭摔倒在地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疯妇竟敢打我母妃，我看你是活腻了！你可知安大成律里以下犯上罪同欺君？来人，将这不知死活的贱妇给我绑起来！我今日非得替母妃和柳夫人好好教训她不可。我不只打你母妃，我还打你呢！小小年纪不学好，光学着你母妃仗势欺人，欺凌弱小。既然汝阳王不懂怎么管束妻女，那就我来替他管束。贱妇，你一个侯夫人也敢爬到本妃母女头上撒泼！今日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
本妃必将你上告御前，叫陛下治你一个谋害皇亲的忤逆之罪，你就等着被五马分尸吧。汝阳王妃自知身在侯府，寡不敌众，转身就要离开，去殿前告御状。我什么时候说让你们走了？这侯府又不是你们王府的后花园，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还想怎样？林嬷嬷，去将府上的大门侧门全都锁死，本夫人今日手痒，咱们关门打狗。是夫人。你疯了不成？你都要将我五马分尸了，难道我在死前还不能拉上你们母女一起垫背？僵尸疯了，你们还不快把他拦下，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你们全是死罪，一个也别想活。若是你们现在将他绑住，我还能向陛下给你们求个情，饶你们一条命。反正夫人又不是今天才疯的，近来连世子都天天挨揍，侯爷还不是照样宠着纵着夫人，甚至还心疼夫人打人时将手掌打痛。所以只要夫人没冲进宫里揪着陛下的耳朵揍陛下，有侯爷撑着，侯府的天就塌不下来。眼见着情势不对，慕容嫣如低下了头，默默地退到一边。当然，要我放你们一马也可以，我跟你们汝阳王府无冤无仇，本也不想与你们作对。既然你们是为柳氏来的，我又不想叫我的丫鬟白受这个冤枉罪。这样吧，嫣如，你心地善良，应该也不想看到王妃和郡主为了你娘的事受屈辱。不如你将这个罪名认下来，一则全了你的孝心，二则报答了王妃和郡主的相助之恩。到时我一定替你向府尹大人求情，将你从轻发落。你觉得如何？这姜氏当真是狡猾，竟故意挑拨我与王妃与郡主的关系。我都已经把话说得这样清楚了，你还犹豫什么？难不成你只是想叫王妃和郡主替你冲锋陷阵，当那没脑子的冤大头，你自己却什么苦都不想吃？哎呦，要真是这样，我倒有些心疼起被你当枪使的某两个蠢货了。嫣如，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不用怕这丰富，等出了侯府，自有本郡主为你撑腰。可是我没做过的事，叫我怎么认？那你就是不愿意扛下这个罪名喽？唉，看来这苦也只能由郡主你来受了。你愿意替他当这出头鸟，人家却是不肯为你受一点罪呢。江疏同命人将荣安郡主堵上嘴巴，押进了屋子里，又叫人写好供状，呈到了慕容嫣如的面前。嫣如，郡主的清誉可就交在了你的手里了。你不会真的忍心眼睁睁地看着郡主失去清白吧？很快屋子里就传出荣安郡主的斥骂声和尖叫声。爱女心切的汝阳王妃闻声顿时急得不行，对着江疏同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我说了，郡主的清白在嫣如手上，你骂我没用。你还磨磨蹭蹭什么？赶紧把供状签了。难道你真要害死本妃的荣安不成？慕容嫣如骑虎难下，暗暗在心中做了一番权衡后，到底还是白着脸色，咬牙在供状上画了押。姜氏，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今日之事，本妃不会就这么算了。等王爷从城外回来，本妃看你还怎么嚣张。那你让王爷来的时候，记得多带点银子，要不然我可舍不得把这幅美人图贱卖了。什么美人图？荣安郡主真是玉骨冰肌，这一丝不挂的美人图，便是连我这个妇人见了都要心动。王妃，你说，若是我将此画挂到花街最热闹的春楼之中，会不会引得那些对美色垂涎3尺的老色鬼争相竞价？没想到江疏同还留了这么一招恶毒的后手。汝阳王妃上前去抢那幅画，奈何江疏同早有防备，立刻往后退了2步，将画卷收了起来。林嬷嬷，送客。
调教完汝阳王妃母女，江疏桐自然也没将慕容嫣如拉下，当下就派人将她连同供状一起押去了府衙。府尹看过供状后，当场就将慕容嫣如下了狱。青信哥哥，你不该来这种地方的。我不该来，难道你就该来吗？都怪我没有劝住母亲，更没有护好你。走，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府尹大人翻供。不行的，青信哥哥，这事就到此为止吧，再闹下去对谁都不好。可偷盗之事明明不是你做的，你为何要认下？你可知一旦认罪，你这辈子就毁了。玉佛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母亲的箱子里，姨母既要护着宝娟，又要捉拿贼人，那便要有人顶下这个罪名。母亲年事已高，受不得牢狱之灾。姨母说的没错，我为人子女，理应尽孝。更何况为着这事，已叫姨母与王妃郡主生了嫌隙，我不想再叫平阳侯府与王府结仇，到时候真叫汝阳王状告到御前，只怕你与侯爷都难逃责罚。倒不如让我来做个了结，平了这场纷争。嫣如，你真是太傻了，你心思这样单纯善良，为何母亲就是看不见呢？青信哥哥，你不要为了我的事再去惹姨母和姐姐不痛快。姨母答应过我，只要我认了罪，她便会向府尹大人求情，从轻发落，至少我不会有性命之忧。虽然这牢房又冷又黑，但是我不怕的。嫣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夫人，听说府衙的私房着了火，烧毁了一些文书，里头正好就有夫人您昨日叫慕容小姐画了押的那张供状，柳氏又在狱中喊冤，与慕容小姐翻了供，抵死不认偷盗之罪，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情。府尹大人便以人证不足，在汝阳王妃的作保下，将他们二人先行放出了大牢。呵，这货倒是长了脑子，还挺会挑时间和地点。我怎么听着这路数这么耳熟？难不成柳氏还会隔着牢门纵火？世子爷昨晚好像去府衙大牢探望过慕容小姐。这逆子能不能不要了？就知道吃里扒外，他干脆给柳氏入赘得了，省得天天掺和他。世子现在在哪？把他给我拎过来。世子爷就在外头跪着呢，已经跪了大半个时辰了，还光着膀子，在背上绑了金条。是吗？他倒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还知道负荆请罪。走，出去瞧瞧。母亲，嫣如是无辜的，您要是有气，就冲着孩儿来，孩儿愿意替嫣如担下责罚，只求母亲饶他一条性命，不要叫他枉死在狱中。好啊，要我放过他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光着膀子绕着侯府跑10圈，盗宝一事我就不再追究，如何？这怎么觉得丢脸啊？你不是喜欢逞英雄吗？为了不让慕容嫣如受委屈，连府衙的火都敢放，现在让你光着膀子跑几圈，很难吗？母亲，您能不能别这么过分？我过分？那你呢？你在府衙纵火冒险救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儿？你可知此事一旦被揭破，你会落得什么下场？你的父侯在朝堂上又会受到多少弹劾？长点脑子吧，沈清信，别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母亲大可放心，孩儿一人做事一人当，倘若纵火之事当真被查，孩儿绝不会连累侯府。行，你清高，你正义，那你到底跑不跑？不想去外面跑，在府里跑也行。我跑。夫人，那盗宝一事当真不追究了？有汝阳王府插手，在背后给府尹施压，这事闹不大，追究下去也不过是拉个下人出来抵罪，伤不到柳氏母女的根本。眼下能叫他们在大牢上关上1-2夜，以是叫他们清狱扫地，咱们这不亏。说的也是，那您还让世子光着膀子在府里跑？切，看到不爽，溜溜他。对了，柳氏从侯府带走的东西，可都记得给我拿回来，一样也不准少，我可不想叫他占我半分便宜。
老奴明白，亮那府也不敢帮着柳氏私吞夫人你的财物。还有婉和的，你都清点仔细了。是，老奴一定办妥当。夫人，那府尹倒是个有眼力劲儿的，他夹在咱们侯府和汝阳王府中间，想必谁都不敢得罪。虽是放了柳氏母女，被扣下的行李却是一样也没让他们拿走，全叫奴婢给带回来了。这么一算，咱们反倒还多拿了柳氏的私物。夫人，您说这些东西咱们要不要还回去？不用还，他们在府里白吃白喝这么久，这点财物便是交租都不够，还他做甚？可若是那柳氏又闹起来，他不敢闹，这个官司我们才是苦主，他占不到理。也是，你把他们的东西能卖的就卖了，不能卖的就烧了，卖出的银子你与宝娟各得30%，剩下的就给侯府的下人们分了，让大伙也高兴高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你个姜氏，竟连我的东西都要私吞，这贪得无厌的嘴脸可真叫人恶心。母亲，我真不知道你在急什么。等我嫁进侯府当上了世子夫人，你想要什么样的珍宝没有？何必去偷拿侯府的东西？现在落了一个手脚不干净的污名。你哥哥等不了呀。这又跟哥哥有什么关系？你哥哥前几日不是救了荣安郡主，我瞧着郡主对你哥哥也是有意。可你父亲那官职在地京也就芝麻点儿大，这汝阳王如何能看得上咱们这样的亲家？那我不得多弄些银子到处打点打点，看看能不能给你父亲升个一官半职。还有荣安郡主的生辰马上就要到了，你哥哥送的礼总不能拿不出手吧？这生辰礼只有送得越贵重，汝阳王夫妇才能看出你哥哥对荣安郡主的真心，才会对你哥哥有个好印象，不至于反对的太厉害。可那天杀的姜氏竟把银子全都薅走了，他这是存心不想让你父亲和你哥哥好过呀。要不然母亲您挑好礼物，我让亲信哥哥给我买。荣安郡主到底是皇亲国戚，寻常之物定是入不了他的眼，能讨他喜欢的东西那可不是几十两几百两银子就能打发的，让亲信买这能行吗？母亲，您忘了我的生辰也快到了，以往每年但凡是我喜欢的生辰礼，亲信哥哥都会想方设法给我弄来，他们侯府又不缺钱，他怎会不肯？虽然要把我的生辰礼转赠给荣安郡主，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但我眼下被姜氏那个恶妇扫地出门了，慕容婉和怕是不知道有多得意，我必须在亲信哥哥身上找回场子。不错，这贺礼就该让沈亲信来买。姜氏今日吞了我那么多银子，必是在沾沾自喜，我咽不下这口气，定要从他儿子身上10倍100倍的讨回来。夫人，世子因为慕容嫣如的事，跟世子夫人陷入冷战好几日了。我不想说那狗崽子，让你物色的茶楼物色的怎么样了？按着夫人您的要求，奴婢这2日去看了几处，一处叫明香茶楼的位置是最好的。明香茶楼，这不是巧了，横向于沈端地下的约见之地，好像就是这个茶楼，都省去我再找别的偶遇南宫衡的借口了。你去知会世子夫人一声，就说我们明日下午出门看铺子。世子爷快看，世子夫人今日好漂亮！喊那么大声做什么？少一惊一乍的。世子夫人平日都穿得十分朴素，不知今天怎么突然装扮起来了。都说女子为悦己者容，世子夫人此举怕不是为了引起世子爷您的注意。哼，这还用得着你来说？好狗不挡道，麻烦世子让一让。你骂我是狗？这怎么能说是骂呢？对于某些猪狗不如的人而言，说他是狗，那都是在抬举他。婉和，你说是不是？咱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母亲的话向来是最在理的。慕容婉和，我已经不生你气了，你用不着再同我耍这些欲擒故纵的小伎俩。啊？什么欲擒故纵？你今日打扮的这样好看，难道不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就你也配让婉和打扮，真当自己是根葱呢？咱们婉和今天是要出去见一个大人物。什么大人物？
是你父亲邀见的贵客，听说对方是帝京第一美男，最受少妇喜欢。不仅相貌俊美，且为人温润如玉，是君子中的君子。今天难得能一睹其风采，婉和可不得好生打扮打扮。母亲，您说的这个人，莫不是恒相？好像就是他。恒相见父亲，那必然是有公务要商谈，他怎么会无缘无故见一个早已嫁作人妻的妇人？那又如何？我们去了不就见上了？母亲，慕容婉和是我的妻子，您怎么能带她去见别的男子？如此行径，未免有失妇道。那你就守妇道了。明明家中已经有了贤妻，却还成日往外头跑，跟外面的女人扯得不清不楚。哼，活该婉和要给你和离。母亲，我都说了，我是不会同意和离的，您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慕容婉和，今日你不许出去。沈清信，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我还有要事要办，没工夫在这里跟你瞎扯。我无理取闹？看来这几日我确实是太惯着你了。你跟我回去。吵架就吵架，动什么手？我知道你是觉得自己处处不如恒相，所以自卑惶恐，不敢叫婉和去见他，就怕婉和被恒相抢走了。母亲，您这话真是好笑，争着抢着做丞相夫人的名门闺秀多的是，她怎么可能看得上嫁为人妇的女子？母亲，你尽管带出去，我放心的很。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你可别后悔。绝不会，我只等着她哭着回来，求着继续做我的世子夫人。在原书里，南宫恒这个集齐所有男人优点的深情男配，对婉和一心一意，死心塌地，不仅默默守护在他身边，付出了一切，最后为了不让婉和伤心，甚至生生剜下自己的双眼，将其献给了被毒瞎眼睛的沈清信，连同倾尽毕生心血和举国之力打造的20万精兵，一起交到了沈清信手中，助他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而在慕容婉和封后之夜，南宫恒却在察觉逆贼作乱后，与叛党双双战死在城郊的雪地里，以慕容婉和不知情的方式守护了他最后一次。唉，这么情深意重的男人，婉和竟然没看上，我都想自己上了。南宫恒鼻子微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莫名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奇怪的东西惦记上了。少爷，今日风大，湖边的柳絮怕是飞得厉害，要不然您还是别去明香茶楼了。不碍事，平阳侯难得邀我一次，正好茶楼对面的芹斋最近得了2张名琴，我也想去看看。你去备马车吧。好的，少爷。婉和，怎么样？这座楼你可还喜欢？这楼看着挺新，地段又这么好，价格怕是不便宜。你不用管价格，你婆婆不差钱，一座楼还是买得起，你只要说喜不喜欢。喜欢？咦，对面好像是个卖琴的铺子，走，进去看看。婉和，这张琴如何？你要是喜欢，咱就买，反正我今天是带够银子出来的。不用，医馆之事，母亲已经为我破费了。这张琴一看就很名贵，我怎么还能再要别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大不了花的银子记在清信的账上，反正他平时大手大脚的，也没少给我挥霍。二位夫人怕是对不住了，这张琴昨日已被平阳侯府的世子夫人先看上了。世子夫人说今日便来取走，恐怕不能卖给二位了。啊，掌柜的，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说的是哪个世子夫人？平阳侯府的世子夫人啊，这位夫人，您还是不要碰这把琴，这万一不小心把琴磕了碰了，我可没法跟世子夫人交代。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面前之人正是平阳侯夫人和世子夫人。呵，这年头竟然有人厚着脸皮冒充侯府夫人，她要是侯夫人，那我就是侯爷了。你走走走，别妨碍老子做买卖。掌柜的，哎呀，说贵人贵人到，世子夫人您可算来了，户子里来了2个冒牌货，硬是要抢走您的琴，您可得好好教训他们。什么冒牌货？
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跟世子夫人抢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这地境第一的琴斋，什么时候连阿猫阿狗都能进来了？还不快将这2个晦气的贱妇轰出去，免得脏了本少爷的！满嘴喷粪的小畜生！慕容慧气得跳脚，举起手臂就要动粗，被江书童凛冽的目光一扫，手臂僵在半空。二哥，趁现在掌柜还认不出江氏的身份，咱们先把琴取了。掌柜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把琴装起来！慢着！哎呦，我的姑奶奶，您就饶了我吧！不是我不想把琴卖给您，只是这琴确实是世子夫人先看上的，我还收了她的定钱。你口口声声唤她世子夫人，可有什么凭证？乱认爹娘我不管你，但若认错世子夫人，败坏了侯府的声誉，信不信我砸了你这第一琴斋的金字招牌？这世子夫人，您看她这不依不饶的。我既是世子夫人，本不用向外人验明正身，不过看在掌柜为了护琴的份上，这玉牌给你看一眼也无妨。这玉牌乃是上等的和田玉所制，上头的麒麟兽更是陛下亲命造办处雕琢的麒麟贤瑞纹。据传这玉牌专赐给有功之臣家的麒麟子，全朝上下统共不过8块。这是世子爷的麒麟玉牌吗？你知道就好。这位夫人，你要不要也亲自验一验？今日世子本是要陪我一同来取琴的，只是他另有公务，出门匆忙，便给了我这块玉牌，叫我看到什么喜欢的随意买下就是，他自会派人来付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世子知我喜琴，昨日还说要把这整个琴斋买下送我，奈何我只有一双手，弹不了这许多名琴，才辞了他的好意。当真讽刺至极。这块玉牌，沈清信极为珍视，往常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这会儿，婉和，咱们离他远点，别被他的茶味熏着了。掌柜的，你也不想想，谁家世子夫人这么穷啊，连一张琴都买不起，还要挂账，这要是传出去，怕不是要给人笑死。对呀，差点被你唬住。堂堂平阳侯府怎会连30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你该不会是假的吧？你若不信，我自可让世子来取。找他有屁用？那龟孙手上有几个钱，我还不清楚。他要是有银子，何必叫你来挂账？想坑侯府的银钱，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早把他的利银断了。野鸡就是野鸡，还想变凤凰？我呸！你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婉和呢？心儿，把世子夫人的玉印拿出来，给这个瞎眼的掌柜瞧瞧。是，夫人。这是世子夫人的玉印，看清楚了吗？林嬷嬷，把银票也拿出来。林嬷嬷从怀里掏出厚厚的一沓银票，递到了江书童手里。看到没有，这才是世子夫人真正的财力。慕容嫣如，这么多银票，你怕是这辈子都没有拥有过吧？母亲，你这是在干什么？嫣如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羞辱她？母亲，你太过分了！狗叫什么啊？就你干的那些混账事，我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你还蹬鼻子上脸，教训起老娘来了。嫣如，发生了何事？我挑中的那张琴，姐姐也想要。清信哥哥，你别怪姐姐，那琴是我甘愿让给姐姐的，左右我也买不起，原就是我不配。今日是嫣如生辰，你就不能让一让她？怎连一张琴都要与她抢？你只知今日是她的生辰，却从来不知明日便是我的生辰。你岁岁送嫣如生辰礼，不惜花费千两白银，还将随身玉佩交与她手中，任凭她顶着世子夫人的头衔招摇过市，我却被当作骗子受尽白眼与屈辱。沈清心，你混账！你扯这些做什么？要闹回府再闹，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叫人看了笑话。哎呦，你跟自己的小姨子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臊2个字？现在倒是要脸了。世子爷可真阔绰呀，3000两白花花的银子，就为了给小姨子买一个生辰礼，这般冤大头的姐夫，打着灯笼都难找，我见着都羡慕惨了呀！母亲，别喊了，别喊了。
没想到平阳侯世子是这样的人，看着仪表堂堂。哎，男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小姨子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一心想着爬姐夫的床，不要脸。若这妹妹当真进了府，世子怕是会被哄得宠妾灭妻，乱了纲常。眼瞧着众人越说越难听，慕容嫣如纵使心有不甘，但眼下僵持无益，便捂着帕子剧烈咳嗽了起来。慕容慧见机扶着慕容嫣如去了对面茶楼休息。杏儿，把情报走。侯夫人，您还没给银子呢。挂我那逆子的账上。不是，母亲，我没那么多银子。哼，那就从你的俸禄里慢慢扣，再不济你就去卖身。这下世子的口袋比脸都要干净了。夫人，你怎么会在这里？等等，这慕容嫣如怎么还赖在茶楼里没走？难道她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抢走婉和的公主身份？他们是来看衡。哎呀，我是来给婉和买生辰礼的。侯爷这是在茶楼里约了人。您就装吧。我与丞相有约，不过丞相还要晚1刻钟才到。夫人不如先与我进去饮个茶。也行。你是不是又干了什么混账事，惹你母亲生气了？江疏通没有给他开口辩解的机会，当即添油加醋的将秦斋发生的闹剧说了一遍。唉，我这张老脸今日算是给这孽障给丢尽了。侯爷，你说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丧良心的玩意儿？可怜婉和，祖坟冒了8辈子绿光，才嫁了这样一个吃里扒外的夫君。夫人教训得极好，只是这样一来，那柳氏见慕容嫣如坏了名声，难保不会撺掇慕容朝来侯府逼着亲信将慕容嫣如纳了。怕什么？他喜欢做小的，那就让他做好了，大不了让亲信将他收做外室。反正我是不可能让他进侯府的，有我在，他这辈子都别想踏进侯府的大门。母亲，你胡说什么呢？我只将嫣如当做妹妹看待，怎么会纳她做妾？哟，妾有情郎无意，慕容小姐还是个单相思的情种呢。情种啥呀？她不就是看上了侯府的权势和富贵，不甘心自己嫁的比姐姐差，干脆没脸没皮的跑来勾引姐夫了。可惜倒贴都没人要，这下丢脸丢大啦。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奚落下，慕容嫣如哪怕脸皮再厚，这回也坐不住了，立刻捂着脸羞恼地起身跑开了。跑得急了，一面撞上了门外的一道身影，来人被撞得剧烈咳嗽了起来。侯爷，那个人是不是横相？是他。完了，要出事！这该死的作者，这不会就是慕容嫣如拿着柳氏从婉和那骗的香囊救了揣症发作的横相那段剧情吧？玉佩我都已经帮婉和取回了，可这相似的剧情竟然还要上演，我绝对不允许！江疏通救火似的赶在慕容嫣如摘下香囊递过去之前抢先一步，直接将南宫恒整个人扑倒在了地上，又眼疾手快的将慕容嫣如的香囊夺了过去，丢进了边上的泔水桶里。夫人，你怎么样了？有没有摔着哪儿？我没事，快看看横相如何了。怪我刚才跑得太急，不小心绊了一跤。横相，实在是对不住啊。南宫恒原就发了揣症，眼下被江疏桐这么一扑，顿时咳得更厉害了。这横相怎的咳得如此厉害？夫人明鉴，我家公子一遇柳絮便会咳嗽，今日发作的尤其厉害，恐不能陪侯爷一起饮茶了。婉和，快把你的香囊拿给横相。啊？好。多谢世子夫人，我已无大碍，只是不知这香囊中装了什么香料，令人闻之沁入心脾，对喘疾似有奇效。不瞒相爷，我幼时也患有揣症，虽然后来调养好了，却也担心有复发之日，便一直随身带着这个香囊。香囊中加了紫苏、丁香、辛夷花等几味药材，若是犯的揣症，只需闻嗅片刻，便可缓解不少。没想到世子夫人如此精通药理，今日若无世子夫人相救，
我怕是凶多吉少了。相爷谬在，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若相爷不嫌弃，这个香囊您可以先将就着用着，待会儿我叫人拟个方子，日后您只需吩咐婢女照方子抓药，再制成香囊即可。那怎么行？男女授受不亲，香囊乃是女子私物，怎可随意送给别的男子？是啊，姐姐，就算你想巴结相爷，也不该如此明晃晃的示好。青信哥哥还在边上站着呢，你这样做，让青信哥哥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切，他送你出差的时候，怎么不晓得男女授受不亲？这会倒突然明事理了。再说了，这是普通的香囊吗？这是救命的药。有些人自己心思不纯，自然看什么都脏。相爷，你拿着，不用搭理他们，他们脑子有病。夫人，你方才不是说还有事情要办？啊，对，相爷，我与婉和还有点别的事，就不打搅你和侯爷相续了。夫人请便。婉和，我们走吧。恒相，我等着你叫住我哈！我刚趁乱把婉和的玉佩丢在了你脚边呢。10、9、8、7。夫人请留步，这块玉佩可是你二人落下的。啊，找到了，原来在这。相爷，这块玉佩是我方才不小心落下的，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幸好相爷你捡到了，若不然叫旁人拾了去，我可真就寻不回来了。我真是无了个语啊！这小绿茶真太不要脸了。母亲，你怎可如此野蛮？颜如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竟对她下这样的重手！你如此不辨是非，不分清白，实在叫孩儿失望至极。父亲，怎么连你也打我？出言顶撞母亲，谁教你这般没规矩？还不跪下向你母亲认错？我没错，方才明明是母亲先对燕如动的手，父亲你也亲眼瞧见了，我不过是为燕如鸣不平，又有什么错？相爷，这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了？难道她是侯夫人就可以随意行凶伤人吗？这悍妇在你面前都敢这样无法无天，那要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她该猖狂成什么样子？夫人，我看你不像是无理之人，只是不知你这般对慕容小姐是何缘故。这丫头心术不正，才刚在秦斋假冒了世子夫人的身份，如今又想抢走婉和的玉佩，简直岂有此理！我没有，青信哥哥，我没有假冒世子夫人，是那秦斋的掌柜错认了我也没有抢姐姐的东西，这块玉佩本就是我的，旁人不信我，难道连你也不信我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说玉佩是你的，就是你的？切，谁能证明？我能证明。郡主是见过这块玉佩吗？是啊，前几日我见燕如的时候，她身上就带着这块玉佩，怎么一转眼就成抢别人的了？我知道侯爷在朝中如日中天，但仗势欺人也不该是这么个欺法。相爷，你觉得呢？倒不是我不信郡主的话，只是这块玉佩干系重大，又有2人前来认领，谨慎起见，还请容我问慕容小姐几个问题。相爷想问什么便问吧。这玉佩上刻的是什么图案？是鸳鸯、莲花、荷叶、藕，还有蜂蝶。那背面刻的字是什么？你可知晓？是半首诗：关联太液泛蓝绕，翡翠鸳鸯戏碧少。这鸳鸯佩乃是夫妻定情之物，你一个未出阁的闺中女子，怎会佩戴此物？莫不是情郎相赠？横向这孩子看着孱弱，心机倒是不浅啊。他这几句话看似在打探，实际上却在给对方下套子。前2句是为了降低对方的防备心，第3句才是真正的重点。但凡慕容嫣如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她便不是玉佩的真正的主人。这是祖母去世前留给我的念想，我从小就带在身上。相爷如若不信，大可去府中向我母亲与奶娘求证。左右不过是半块玉佩，我就算拿去当了，也值不了多少钱，又有什么好抢的？倒是姐姐抢了情不够，如今连这半块玉佩也不愿还我。慕容小姐真是有孝心的孩子，倒是这侯夫人多少有些跋扈了。我看世子夫人才是有心机，自个儿站在那里闷不吭声，光唆使婆母替她欺负人去了。慕容婉和，折腾了一天，你也该闹够了。
别仗着母亲纵容你就闭嘴，不然我叫你爹揍你。相爷，你想找到玉佩真正的主人，其实很简单，我这有个法子，不知道你愿不愿试试？你别胡搅蛮缠了，有什么可试的？方才横向的问题，燕如不是都答上来了吗？我看你就是存心刁难。关你屁事！我在跟相爷说话，又没问你。你敢对本郡主无礼？我跟相爷谈正事呢，小孩别插嘴。什么小孩？我才不是，我满16了。相爷，您的意思呢？夫人但说无妨。说来也是件奇事，这半块鸳鸯佩看似与寻常玉佩并无不同，但前些日玉佩断的锦绳曾无意间掉进茶盏里，将那沸水一浸，竟在玉石之中显出了紫色的瑞兽图纹。您说有趣不有趣？这倒是件稀罕事，我还是头一回听闻。相爷不妨让店家取来文房四宝，在婉和和慕容嫣如各自写下瑞兽图文的名字，再将玉佩以滚茶浇制，不就能寻到玉佩真正的主人了吗？是个主意。去笔墨纸砚。眼下只要我把瑞兽的名字写对，哪怕慕容婉和同样写对了，仍是我更胜一筹。适合女子佩戴的瑞兽无外乎就是麒麟、仙鹤、白鹿、貔貅、金蝉等。慕容嫣如虽然低着头，像是在看桌上的纸，目光却是暗暗地瞟向慕容婉和。桌上虽有东西挡着，但还是能看得到对方起笔的手势。慕容嫣如暗自数着慕容婉和正在书写的笔画。婉和都已经写完了，你怎么还不写？该不会猜不准是什么吧？谁说嫣如不知道？嫣如你快写，叫那泼妇睁大狗眼好好瞧瞧，谁是真谁是假。好，哼，等到事情水落石出，我必去府衙告他一个强占私物之罪，看他那张老脸往哪儿搁。这玉佩在茶杯里怎么没反应呢？唉，古代人果然淳朴，也太好骗了。我就是随口一周。会不会是茶水不够烫？小二，你再去拿一壶水来，一定要是刚烧开的那种。不用拿水了，侯夫人，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块玉佩想必不会显出什么瑞兽的图文。不错，刚才是我骗大家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答案吧。慕容三小姐所写的是貔貅，而世子夫人所写的是无图。慕容嫣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玉佩不该是你的吗？你怎么会被那僵尸给耍了？我是怕拿不回玉佩，只能赌一把，是我太着急了，才会上了他的当。是啊，郡主，你也看到了，刚才那僵尸咄咄逼人，嫣如胆子又小，哪里是他的对手？幼时祖母极为疼爱我，确实给了我半块鸳鸯佩。我不敢说姐姐是抢我的，许是撞了款式也说不定。可不管旁人怎么看我，便是为了祖母，我也是要争一争的。你这让我说你什么好？是我没用，没保住祖母送我的玉佩，连要送给郡主的琴也让僵尸抢走了。那僵尸简直可恶至极，竟敢抢你送我的琴。若郡主实在喜欢那张琴，想要取回来，倒也不是没有法子。你有办法？就是这法子有些阴损。怕什么？有办法你就直说，出了事自然由本郡主替你担着，用不着你这样瞻前顾后。郡主不妨在府中举办一场丝竹之宴，以比试琴技为名，诱他们带着琴前来。届时只要必叫他们婆媳二人身败名裂，乃至被侯爷与世子所唾弃。你这个法子当真妙极了。可是僵尸与我早已结怨，便是我求母妃给他递去请帖，他只怕也不会前来赴宴。这个就不劳郡主担心了，我有一物可用作奖赏，只要姐姐知晓，便是天上下刀子，他也不会不来。如此甚好，还是嫣如你聪明。夫人，
汝阳王府刚刚送来一张请帖过来。什么请帖？狗都不看。可是送来请帖的小厮特意交代了，说世子夫人今日若是不去赴宴，恐怕会悔恨终生。这么严重，我倒要看看请柬里头说的什么。汝阳王妃说她今日府上办了丝竹宴，想邀我和婉和你去切磋一下琴技。她还准备了些彩头，好像是一些珠宝器物什么的，还有一本叫什么《周天一骨录》的书。周天一骨录，那是我外祖穷其一生一笔一字亲手撰写的医书，他不是在当年那场大火里遗失了吗？怎么会在汝阳王妃手里？肯定是柳氏那纵火惯犯，书里说他一把火烧没了婉和养母云氏的半条命不说，还借此掩盖侵吞了云氏所有的嫁妆。当年母亲为了救出我，耗尽体力，用自己的身躯挡下了滚烫的木头，却落下了病根。没多久，又因为染上10疫的缘故，早早离世。我一直十分后悔自责，怪自己为何不能早点将医书背完，这样我就不会在母亲疼痛难忍的时候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娘亲在寒风刺骨的冬夜，身子一点一点的变凉。好你个柳氏，好你个慕容嫣如！婉和，走，这医书我帮你拿回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嫣如，你这招还真管用，他们果然来了。姐姐是好医术，我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这蠢妇倒有胆子赶来，等下有他们好看。接下来的事就劳烦郡主了。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正好今日侯爷与世子都来了，便让他们瞧瞧这对贱货如何扒光了骑在野男人身上。等那戏子撕开他们肚兜时，定要让平阳侯亲手拧断这对淫妇的脖子，血溅当场才好。婉和呢？他去更衣了。去多久了？好像有一会儿了，应该快回来了吧。事情不对，我去看看。你不许喝了，连媳妇都看不好，要你有什么用？是，母亲说的对。大胆狂徒，你别过来，别过来！夫人，好像是世子夫人的声音。走，去看看。他们中计了，你在这里守着，我去通知王妃。好。江书童刚推门走进，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强烈的香粉味，明显是掺了什么不正经的东西。紧接着，一道人影朝着江书童扑了过去。王妃，有人在府中行苟且之事。什么？竟有如此淫乱之事？你确定没有看错？奴才亲眼所见，侯夫人与世子夫人同那戏班里的两兄弟赤条条地滚在一起。王妃若是不信奴才的话，大可亲自去瞧瞧。我不相信侯夫人与世子夫人会是这般淫贱的女子。然而事情出在王府，还请相爷和侯爷随我一同去看看，免得说我污蔑了他们。说完也不管两人是否同意，汝阳王妃径自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赶去了阁楼。好你个江！一句话说到一半，却是戛然而止。眼前两道抱在一起互相狂啃的身影，竟都是男人。哟，这么热闹，你们在看什么呢？这个蠢妇何时竟也变得这般狡猾？不可能，你们怎么会在外面？你们明明应该……灵儿，郡主这话问得奇怪，我们不在外头，难道应该在阁楼里面？侯夫人误会了，灵儿不是这个意思。看来王妃大张旗鼓地摆这场丝竹宴，就是为了让侯爷抓我的奸啊！汝阳王妃，此事你该给本侯一个解释。混账东西，没看清便跑来胡言乱语！来人，给我拔了这贱奴的舌头！行了，
王妃不必如此做作，反正我今日该赢的宝物也赢了，该瞧的热闹也瞧了，难得王妃盛情款待，我还是很满意的。倒是郡主的心上人，众目睽睽之下与戏子演出这么一出辣眼睛的活春宫，传出去恐怕不太好听。王妃还是叫郡主离他远些，莫要连累汝阳王也沦为帝京的笑柄。此事我自有主张，就不劳侯夫人挂心了。李嬷嬷，送客。婉和，我们走吧。幸得婆母料事如神，使得陆瑶能及时出现将我救下，不然我恐怕就要遭此不测了。莫说名节毁于一旦，便连腹中孩儿的性命也难保住，甚至就连杏儿也要被慕容慧那个禽兽欺辱玷污了去。听风，世子去哪了？刚才他没过来吗？回夫人，世子爷方才醉酒，不小心打翻酒壶，弄湿了一身衣裳，就去厢房更衣了。你为什么没跟着过去？世子爷说他没醉，便没让我扶着。就他屁事多，净给我添乱。你去把他叫过来。是，小的马上去。郡主，你也不必太伤心，慕容慧只是后面被人捅了，前面还是干净的，只要你不嫌弃，洗洗还能用。荣安郡主终于彻底绷不住，哭了出来，哭得好大声。不准哭，以后你就当这个男人死了。还有你出的都是什么馊主意，叫我将汝阳王府的颜面都丢尽了。我还没有输，我的底牌还没有彻底出完。这会儿江氏想必已经带着慕容婉和先回侯府了，该实施我下个计划了。慕容嫣如找到搬醉的沈清信，假装成慕容婉和，故意刺激沈清信，说要去找南宫恒。醉酒的沈清信哪受得了这个刺激，一把便将他抱住啃了起来。听风找过来的时候，便见慕容嫣如哭着跑了出来。三小姐。听风看到慕容嫣如衣衫有些凌乱，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快步往里走去，只瞧见他家世子爷衣衫不整的躺在石头上。完了完了，这下世子爷完了，我也完了，夫人一定会打死我们的。昨日我失踪了多长时间？大概1炷香左右。时间这么短，应该来不及做什么。可是世子爷，您的腰带松了，脖子上还有牙印。闭嘴。和儿，喝点鱼汤好好补补。杏儿说你最近喜欢吃辣，这个辣炒兔丁又香又嫩，你多吃点，你看你都瘦了。还有这个荣记的千层饼，我刚叫听风买回来的，还是热的。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你偷腥了？没有，绝对没有。母亲，这种话怎么能乱说？万一和儿当真了怎么办？真的没有？真没有，我发誓。男人主动发誓，往往都是因为心里有鬼。老实交代，你到底干了什么？不吃了，吃个饭跟3堂会审一样。母亲，你要是看我哪里不顺眼，直说便是，何必这般阴阳怪气？他慌了。看出来了。算了，不跟你们扯。夫人，慕容大人来了，说是要见世子夫人。慕容朝，他来干什么？怕是为了昨夜在王府的事。虽说汝阳王妃命人将消息压了下去，但这种事哪有不传开的？别说慕容二公子同郡主的亲事没了指望，他想再同好人家的女儿一亲也难了。慕容大人惯来宠爱这个儿子，自小当宝贝疙瘩一般疼爱，如今怕是急眼了。走，我倒要看看他能作什么妖。父亲，你是不是存心想要害死你二哥？老东西，怕侯府来撒野。江氏，你敢打我？让我侯夫人殴打朝廷命官，你们简直无法无。慕容大人没管好自己的儿子，叫他在王府做出那样的丑事，不在家反躬自省便罢了。
怎还有脸跑来侯府大吵大闹？怪不得上梁不正，下梁更歪。慕容朝气得吹胡子瞪眼，想起柳氏出门前的交代，说姜氏疯癫野蛮，十分难缠，才忍住没有同他理论，转而对着慕容婉和指责了起来。你敢说昨日之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若非你与荣安郡主结怨，又怎会招来这场祸事？说到底，还不是你害了慧儿？哼，我都气笑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慕容大人就不必在这兜圈子。说吧，你来找婉和究竟有什么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婉和，刚才是不是把你打疼了？是爹下手重了，可爹也是为了你好。那汝阳王妃和荣安郡主是何等跋扈之人，你将他们得罪，他们又如何会轻易放过你？这回要不是你二哥替你遭了难，挡了灾，你以为你还能安然无恙地坐在这里？要不是为了骗他把家底掏出来，真想拿三叉戟给他插出去。别演了，说重点。婉和，这事儿本不该叫你出面，但爹实在不愿叫你与燕如伤了和气。昨夜世子在王府喝醉了酒，与燕如有了肌肤之亲。你若能说服世子以平妻之礼将燕如迎进门，爹感激你一辈子。什么？林嬷嬷，去把世子叫来。是，夫人。你与慕容嫣如到底怎么回事？我喝醉了，嫣如突然撞上来，我好像把她当成了和儿了。男人喝醉的不是都不行吗？你好好想清楚，到底有没有碰她？如今嫣如再难嫁去别的富贵人家，我必须要替嫣如好好筹谋，将这平阳侯府的掌家权握在手中。我也不知道，谁知道你是真罪还是假罪？总之，嫣如的清白已经被世子毁了，侯府无论如何都要给嫣如一个交代，否则我便是去陛下面前告御状，也并不能叫嫣如生生咽下这个委屈。哎呦，有话好好说，即使要让嫣如进门也不是不行，只是这样做未免太委屈了婉和，叫她疑心你这个当爹的偏帮嫣如。婉和如今又怀有身孕，若是因此伤了心，损了胎气，那我可不答应。慕容婉和同江书童相处久了，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低头啜泣了起来。婉和，你和嫣如都是爹的女儿，这手心手背都是肉，爹又怎么会不心疼你呢？好一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初婉和嫁给亲信的时候，可连一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慕容大人要是当真心疼婉和，就该拿出诚意来，将那10箱8箱的嫁妆补齐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要个什么数？5000两。5000两？你这分明是敲诈！你不想答应便不答应，何必狮子大开口？耍这种花招戏弄人。看来慕容大人是不舍得了，果然嘴上说的好听，真要让你做点什么，那是屁都蹦不出一个。婉和，不是爹不想拿，只是这5000两银子实在太多了，就是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这些银子来呀。哪有出嫁的女儿还要嫁妆的道理？你这是要逼死你爹呀！啊，我的肚子好疼，我去找郎中看看。燕如之事，我言尽于此。慕容大人若是摆明了要偏心，就不要在这里惺惺作态了。你只管告到陛下面前去，我也绝不会让燕如踏入侯府半步。林嬷嬷，送客。听说那逆子又闯了祸，他不在这里跪着，人去哪儿了？我让他在院子里跪着。侯爷，我有事同你商量。江书童简单的把事情经过和利害同沈端梳理了一遍，随即目光炯炯的看着他。侯爷觉得如何？夫人此招一石三鸟，实在高明。只是那慕容朝贪财，柳氏又多疑，他们二人未必会上当。我的话他们固然不信，但亲信的话他们一定会信。慕容慧如今断了攀附汝阳王府的路子，他想当文官是指望不上了。
唯有参军立功，才有一飞冲天的可能。夫人打算让我怎么配合？你把他安排到军营，你的地盘，让人狠狠念他，就说是器重他。他要是逃了，那更好，还能给他这个罪。慕容朝既然这么想送宝贝儿子去吃苦，那就让他吃个够。反正军营里不仅男人多，喜欢男人的也多。夫人，若慕容朝当真把10箱嫁妆凑齐了送来，你真的要让燕如嫁进来？我说让，你信吗？母亲，孩儿知道错了，孩儿真的是喝醉了才认错人的。你现在去慕容府，就说只要慕容朝能答应把5000两的嫁妆给了，你就说服你父后，让燕如嫁入侯府，顺便让慕容慧那小子去军营历练历练。母亲，你不是不喜欢燕如了吗？怎么又答应让燕如进门了？还不是你惹下的烂摊子？难道真要将慕容朝告到陛下面前，叫你父亲蒙羞不成？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成了吗？江氏那疯妇说，只要我们把婉和的嫁妆补上，他就答应让燕如入府。江氏该不会是在给咱们挖坑吧？大人，平阳侯世子来了。什么？快快有请。江书童看着慕容朝送来的这一箱又一箱的嫁妆，心情好极了。干得不错，总算见你干了件人事。母亲这夸的怎么比骂的还难听？婉和，你瞧瞧这几箱东西，够不够当年你娘亲被抢走的那些嫁妆？这几大箱子的东西，已是娘亲当年嫁妆的10倍有余了。父亲竟真舍得拿出来，到底二哥和燕如才是他的心头肉、掌中宝。这些年，慕容大人虽然贪了不少银子，可也没少巴结上头，府中能拿得出的现银倒不多。听说为了置办这几箱嫁妆，慕容大人将别院都卖了，柳氏还回娘家借了点，7拼8凑的才弄足了银两，算是把整个家底都掏干净了。既然钱到账了，听风，该你干活了。是，夫人。世子爷，对不住了，上回没看好您，这回属下一定盯得紧紧的，不然夫人就不给我发利银了。听风将打晕在地的沈清信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脸上满是惭愧之色，手里的动作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亲信怎么还不来？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定是江氏从中作梗，不让亲信哥哥出门。哼，我就不信，我一身嫁衣站到了侯府门外，他还能不让我进去？江氏，你拦不住我的。母亲，你把我绑起来干什么？快放开我！不行，今天你哪也不能去，只能在这待着。今天是燕如进门的日子，再不去，吉时就要过了。你都这样了，还想娶小的进门，享其人之福，真是又菜又爱玩。母亲，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你之前明明答应了岳父，如今又出尔反尔。错了，是你答应了慕容朝，我可什么都没答应。言而无信的那个人是你，而不是我。夫人，不好了，慕容三小姐穿着红嫁衣来逼婚了。什么？燕如她？母亲，你快放了我！屏风，叫世子闭嘴。是，夫人。有意思，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新娘自己坐轿子来的。这红盖头下的是什么人啊？夫人说了，侯府外头来的脏东西，叫我等出来好好洒扫洒扫，识相一点就赶紧滚。要娶三小姐的人是世子爷，你们若是将人赶走，就不怕世子爷会怪罪？哼，世子爷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哪还管得了别人？亲信哥哥答应了会娶我，便一定不会抛下我，将我弃之不顾。我知道侯夫人对我不喜，可我与亲信哥哥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当初若不是姐姐使计抢走了我的姻缘，我又怎会落到如此境地？
如今你们骂我吃也好，说我愚也罢，只要亲信哥哥不出来，我便一直在这守着。难道侯夫人还能一辈子扣着亲信哥哥，不让他出门吗？侯夫人也太独断专行了，怎能在大婚之日将新郎官扣住？如此行径，必定会叫世子爷心生怨怼。三小姐，大门打开了，我扶您进去。好。站住！你不能从正门进。夫人说了，咱们侯府不缺世子夫人，倒是缺一个给世子夫人端洗脚水的贱妾。可亲信哥哥分明答应我，要以平妻之礼娶我进门。既然是平妻，自然该走正门。那是他答应你的，又不是我答应你的。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大可去找他理论。总之在我这，你只能从侧门进府，或者你想要从侧门边上的那个狗洞爬进去，也不是不行。我数到10，你要么自己从侧门进去，要么坐上轿子滚回去。别说我没给你这个机会。只要我怀上沈家的血脉，再将慕容婉和肚里的孩子打掉，叫他再不能生养，便是做妾也迟早能扶正。这么一打算，慕容嫣如便同喜婆递了一眼，便要迈步朝侯府的侧门走去。林嬷嬷，都说妾通买卖，这一个小妾在外头是什么价钱？能卖多少银子？回夫人，这小妾也分良妾和贱妾，若是年轻貌美、才艺出众的良妾，多则可卖几百两至上千两；便是最差的贱妾，只要四肢健全、牙口好、品相好，少则也能卖个40-50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嘿呦，这还挺值钱的。你吩咐家丁在侧门守好了，只要肥猪上门呸，说错了，只要世子爷的小妾一进门，就立刻将他逮住，套进麻袋里，拿去外头赶紧卖了，回头再买些安胎药和燕窝回来，给婉和好好补一补，压压惊。夫人放心，奴婢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银子自个送上门来了。慕容嫣如停住了步子，不敢再往前。旁人说这话可能是为了吓唬他，但是江书童说这话10有8九便是真这么打算的。门都已经开了，他还不进去，这不是叫世子为难吗？看来他也没那么爱世子，不过装样子罢了。无媒苟合能是什么好东西？听到众人的指指点点，越说越唾弃，慕容嫣如脸色逐渐惨白，支撑不住的晕厥了过去。哎呦，快将三小姐扶回轿子里，打道回府。哎，今日我出门肯定是没看黄历，丢死人了都。夫人，守门的护卫方才过来说，世子爷出门去了，怕不是去慕容府去哄那三小姐了。让他去，明儿个有他后悔的时候，既要又要，什么都想保全，只会什么都得不到。明日就是宫宴，太后会从寺庙礼佛回来，到时候婉和不仅能认回长公主的身份，还能直接休了沈清心那孽障。嘿嘿，想想都激动呢。夫人今日似乎心情不错，独自一人在这小酌。侯爷回来啦，我正好有件事要同你说。明日宫宴上，给陛下献议的林仁州会混入刺客，你叫禁卫军仔细排查，将他们通通揪出来，千万别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好，明日一早我便入宫，绝不让他们有可乘之机。侯爷，你就不问问我为何会这样说吗？夫人说的话自然有夫人的道理，我只管听夫人的便是。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有刺客，
是我昨晚做梦梦到的。那个梦实在太真了，我到现在都还有些心慌。所以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咱们还是当心着点。夫人别怕，有我在，没人能伤得了你。明日一早，我便入宫逐个将人摸查干净，绝不错漏一个。庆幸哥哥，你让我去死吧！今日我在侯府门外出丑至此，只怕早已沦为地京中的笑柄，哪还有什么脸面再活下去？今日之事是我对不住你，我既答应了会娶你，便一定会娶你。可是侯夫人只允我做妾，还说要将我发卖，我不想活了。母亲不答应，那便让圣上下旨赐你与我为妻，也总好过白白失了你一条性命。这样真的可以吗？我害怕。明日宫宴，我便向陛下求旨。次日宫宴上，还是发生了其次之事，不过很快局面就被控制住了，尸体拖了出去，连地面也扫了个干净，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座众人对此似乎早已习以为常，照样该吃吃，该喝喝。反倒是江书童头一回见到杀人，心中好一会儿不能平静。陛下，微臣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陛下恩典。你方才救驾有功，想要什么赏赐直说便是。微臣想向陛下讨一张圣旨，将慕容府三小姐赐予微臣为妻。婉和，你也去。臣妇也想向陛下求一道圣旨。你又想讨什么圣旨？臣妇要请旨休夫。他莫不是疯了？虽说平阳侯世子请旨求娶平妻，确实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但他不顾夫家颜面，竟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如此胡闹，未免也太擅妒了。这样不识大体的粗鄙妇人，没了世子夫人的身份，她连这宫门都进不了，还想休夫，简直荒谬。你要休的人可是平阳侯世子。婉和，你别胡闹了，这是在皇宫，不是在侯府。我知道今日之举是我对不住你，可你就算再生气，也不该将此事闹到陛下面前来。何况便是你这样闹了，陛下也不会答应你的无理请求。什么狗屁混账话！你舔着个大脸向陛下求娶平妻，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就是理所当然。婉和与你过不下去了，想要图个清静，请旨休夫，变成了无理取闹，这是哪门子道理？这世上难道就只许你男盗女娼，逍遥快活？婉和便活该打落牙齿或血液吗？这僵尸到底是谁的母亲？他怎么发起狠来，连自己的亲儿子都骂得狗血淋头？陛下，平阳侯世子夫人的父亲慕容大人求见陛下。让他进来。陛下恕罪，是微臣教女无方，才冲撞了陛下。微臣这就将小女带下去，好好与她讲明道理，莫要扰了陛下的雅兴。你们两个倒有点意思，一个护着自己的儿媳妇，一个护着自己的女婿，这倒是很少见。那是陛下您有所不知，这逆子想要求娶的平妻，正是婉和的三妹妹，慕容大人的另一个好女儿。世子既已开口，燕如嫁入侯府，便已是板上钉钉之事。婉和，你就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坏了燕如的亲事。倘若你如此容不下自己的妹妹，就别怪为父往后不认你这个女儿。你本就从未将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又何必如此惺惺作态？婉和，你可知你这般忤逆不孝，是为大逆不道。陛下最看重的便是孝道，你这是在挑衅天威。谁说婉和不孝顺？他对我可是孝顺极了。至于你这种自私自利、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无耻鼠辈，婉和自然不会孝敬，而且他还要大义灭亲。什么贪赃枉法？你这泼妇莫要血口喷人！这些便是你贪墨的罪证，你且好好看看吧。慕容朝看了两眼地上的账本后，
随即面如死灰，慌乱地扑倒在地，大喊冤枉。皇帝同样有些面色不善，没想到吃瓜吃着，倒吃到自己的朝政上来了。好你个慕容朝，一个七品县城，竟敢私吞1万两白银，真是好大一只蛀虫！来人，将他拖下去，杖责50，押入大牢，给朕彻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陛下，慕容朝既然犯下了重罪，那慕容燕如便是罪臣之女，断不可再赐为世子夫人。您觉得呢？侯夫人多虑了，朕并未说过要赐婚。陛下英明睿智，明察秋毫，实乃圣明之君，万民之福。可是陛下，您刚……闭嘴，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婉和，既然他这般冥顽不灵，一点也不顾及你的感受，那你也不用给他留面子，把休书甩他脸上吧。啊！这是你的休书，拿好了。别说是我故意羞辱你，是你贪图其人之福，不肯和离，那我只能把你休了。连休书都写好了。什么休书？我不认。哼，用不着你认，陛下允了就行。陛下，婉和是微臣的结发妻子，腹中还怀有微臣的骨肉，微臣从未想过与她和离，将她休弃。她只是一时气恼，才出此下策，您别与她一般计较。现在知道急了，早干嘛去了？陛下，别理他。恶妇，你也该适可而止了。天底下岂有女子休夫的道理？今日乃是陛下的寿宴，你这般无理取闹，简直不将陛下放在眼里。谁说婉和不能休夫？太后，你老人家总算来了，要是再不来，花花菜都要凉了。母后，你怎么也唤世子夫人的闺名？难道你与她相识？等下你就知道了。方才是谁骂婉和是恶妇的？给我站出来！是他骂的最厉害，还说像婉和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就应该被休掉，拴在板车上去游街。给我掌他嘴！是太后。母后，您这是……妄议我朝长公主，难道不该掌嘴？莫说休夫，沈世子如此羞辱长公主，践踏我皇家的颜面，婉和便是将他打死，那也是他罪有应得。什么？母后，你是说世子夫人她就是朕的皇妹？不可能，太后娘娘，这会不会弄错了？当年长公主被掳走之时，只有4岁之龄，如今长大成人，相貌品性与幼时皆是不同，何以确定世子夫人就是当初失散的长公主？你敢质疑哀家？妾身不敢，只是姿势体大，为谨慎起见，还是验明正身为好，不然被那阿猫阿狗冒充了长公主，岂非丢了皇家的颜面？王妃莫要以为人人都与你一样，头脑简单，容易受人蒙骗。太后既认定世子夫人是长公主，自然有信物作证。什么信物？该不会是那半块鸳鸯佩吧？你也知道鸳鸯佩的事？回太后，臣女不但见过那半块鸳鸯佩，还知道那是侯夫人从旁人手中硬抢过来拿给世子夫人的。太后都已经认了长公主，你们却还在这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分明就是心生嫉妒，想要诋毁婉和。太后娘娘，长公主身上应有什么印记？您一验便知真假。回太后，世子夫人身上确实有个同长公主一模一样的月牙形胎记，加之有鸳鸯佩为证，足以见得世子夫人便是长公主无疑。现在你们没话说了吧？难得今天是太后和长公主相认的大喜日子，你们2人不如扇自己几个巴掌，给大伙助助兴。姜氏，你休要猖狂！张嘴！长公主的身份可还有人质疑？臣有异议，就算婉和是长公主，她也是微臣明媒正娶的妻。你不许有异议！今日之事，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反对，唯独你没有这个资格。这姜氏也太明理了。平阳侯，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将哀家的女儿作践到这个地步。此事你若不给哀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哀家就只能让皇帝治你夫妇2人的不交之罪了。那就废了这逆子的世子之位。
对，没错，一人做事一人当。亲信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自己犯下的糊涂事，就该自己担下罪过。这世子之位确实该废。母亲，连你也什么也？照我看，今日这些祸事，便都是因为慕容嫣如看中了你的世子身份，妄想有朝一日执掌中馈，当上侯府夫人。不会的，嫣如不是那种人。哼，等你没了世子之位，看你的慕容嫣如还会不会给你好脸色。沈清信，你为人子不见母亲，屡次忤逆，是为不孝；你为人夫不护妻儿，在外沾花惹草，致使后院不宁，是为不得。今日为父恭请陛下废了你这世子之位，便是想叫你好好反省己过，你可有不服？沈清信张了张嘴，想要争辩，却无从反驳，满脸颓然地跪坐在地上。侯爷，今日在陛下寿宴上，你会不会怪我太嚣张了？夫人还可以更嚣张一点，为夫都得住。其实我还有个想法，侯爷你要不要听听？夫人请说。我还想把那逆子赶出侯府，毕竟只是削了他的世子之位，他还能赖在侯府吃好的喝好的，旁人也不会不敬他。都说人不破而不立，想要让亲信彻底醒悟，咱们须得下重药。夫人若执意如此，倒也不是不行。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我现在便叫管家收拾东西，将他踢出侯府去。啊，有必要这么迫不及待吗？算了，夫人高兴就好。是，公子，我们夫人说了，让你以后不要再以侯府的人自居。母亲她要赶我出侯府，父亲呢？我要找父亲。这事是侯爷应允的，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清信哥哥，我不想活了，我家不知为何被抄了家，你快帮帮我。又不想活了，也没见你真死一回。喂，这位慕容小姐，你求她没用，她已经不再是侯府的世子了。不，这不可能。清信哥哥，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可是侯爷的儿子啊，江氏凭什么说废就废？我们去找侯爷理。够了，你就这么看重世子之位？若我当不成世子，你是不是也要弃我而去？掐死他，掐死他，打起来，打起来！可惜沈清信还是心软了。江书童站直了身体，撇了撇嘴角，满是不屑。切，没用的东西，看来火候还是不够。陆阳，你去通知侯爷，再添把柴火，烧狠些。是，夫人。夫人，不好了！二公子被人绑住双手，拖在地上，一路被马拽着在街上疾驰，已经瞧不出是死是活了。清信，你救救我的慧儿！沈清信抵不住柳氏的哀求，拦在了骑马的那几人面前。住手！你们光天化日当街行凶，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哟呵，瞧瞧这是谁呀？口气还挺大的，你还当自己是侯府世子呢？被侯府扫地出门不说，还被休了。做人做到你这份上也太丢人了，换作是我，早惭愧的一头撞死了。沈清信被刺激的冲上去同对方打了起来，然而对方身手不差，又仗着人多，不过片刻他就被打趴在地上，头被人狠狠地用脚碾着。再这么碾下去，搞不好会变成傻子。殿下，沈公子被人打得还挺惨，要不要叫他们住手？婉和，你如今虽然坐上了长公主的位置，可朝堂与后宫的尔虞我诈，比侯府的后院只会险恶百倍。倘若你做不到心硬如铁，连男女的私情都放不下，那你腹中的孩子难保不会沦为旁人要挟你的筹码。你是要当一个傀儡，还是手握权势，做自己的主宰？丧家之权，不必理会。是。可以，我家有戏出整成，婉和终于悟到了。你们继续，北乡同殿下只是路过，不要妨碍了你们切磋武艺。
慧儿好端端的去历练，怎会被人欺负至此？他们说是二哥不堪军中之人的羞辱，与人私斗，这才被侯爷逐出了营帐，在半途又遭人报复。不可能，慧儿什么性子我岂会不知？她绝不会无端滋事生非，一定是江氏那个害的。慧儿以后都不能再行走了。燕如，你一定要让亲信给你二哥报仇。母亲，如今是个人都能踩到他头上，将他当猪当狗的使唤，他已经没用了。你是不是从未真心待我？你刚才都听到了。回答我。哼，是又如何？你不必这样瞪我。当初我好不容易甩了你，叫慕容婉和饮下药酒，与你有染，便是从未看上过你。谁知沈端一战成名，平步青云封了侯，叫你白捡了个世子之位，我这才费尽心思想把你夺回来。可你竟这般没用，连个世子的位置都保不住，还将江氏赶出了侯府，沦落的连丧家之犬都不如。我真是看走了眼，才将赌注都压在你身上。前几日在汝阳王府，你是否也给我下了药？你与我到底有没有缘？没有，你喝的烂醉根本就不行，也就只有你这个蠢脑子会相信那晚有事发生。你怎么这么……哼，是不是想说我恶毒？你以为你自己又是什么好东西？你为人自负，刚愎自用，耳根子却软得不行，被人哄几句就耍得团团转。就算不是被我骗，以后也会被别的女人骗。只有慕容婉和那种死心眼的女人，才会对你这样的蠢货一心一意。慕容嫣如叫丫鬟搜罗走了沈清信从府里带出来的所有财物，便丢下不能动弹的沈清信，离开了客栈。慕容小姐，你找本相所为何事？丞相，你被姐姐骗了，她那块鸳鸯佩是从我手里抢走的，我的肩头也有月牙胎记，我才是真公主。是吗？那你把衣服脱了，叫我看看胎记长什么样。江氏，你怎么会在这里？当然是因为我柯丞相和婉和这对 CP 啊，本想来煽动南宫恒勇敢追爱的，结果就看见你这小绿茶又来搞事，太能蹦跶了。你能来找丞相，我就不能来？慕容嫣如虽然被江书童的出现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很快镇定下来，竟是当着南宫恒的面直接扒开衣襟，将肩头的月牙胎记露了出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相爷，我没有骗你，我的胎记是从小就有的。我不知道姐姐为何会有跟我一样的胎记，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无半字虚言。哟，还真有一个暗红色胎记。不会吧？难道太后当年诞下的是孪生女，有2个长公主？可这年纪似乎也对不上呀。我与姐姐不过差了1岁，说不定是母亲故意将我的年纪改小了。自从昨天沈清信同她说了胎记的事，慕容嫣如就越想越觉得她才是那个真公主，要不然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狗作者，什么狗屎设定，把人家恶毒女配骗得自己都信了。要不是我今天刚好来相府撞上，指不定南宫恒都要怀疑人生了。难怪原文里慕容嫣如能顺利冒认公主。丞相，公主只能有一个，现在该怎么办呢？相爷，慕容婉和是假的，我才是真的。江氏她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你千万别被她蛊惑了。哦，对了，我记得婉和好像说过，她小时候救过一个俊俏的小公子，还给他在鬓角上插了一只粉色的桃花。南宫恒豁然抬眸，眼底拂过一闪而过的惊喜之色。假冒公主其罪当诛，来人，把她拖下去，削了肩头的胎记，杖5时，丢去城外的乱葬岗屋。哦，不愧是白切黑的腹黑男二，正好弥补了婉和过于善良的性子。一个心慈，一个明面上仁德温良，背地里招招致命，简直天生一对呀！慕容嫣如在被人拖下去的时候，嘴上还在嚷嚷着要求见太后。
这下小绿茶该凉透了吧？除非他诈尸。见江书童有些走神，南宫恒轻唤了他2声，以为他是被自己刚才狠毒的样子吓到了，不由微微勾起嘴角，朝他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我去，他这样更吓人好吗？院子里，沈端急匆匆走近，见到的就是2人四目相对，脸色顿时有些发绿，立刻走上前挡在了江书童面前。哼，登徒子。夫人，我有事同你商量，我们回府说。不是，侯爷怎么奇奇怪怪的？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侯爷，你听我解释啊。哇，娘亲好威风啊！祖母，我以后也能跟娘亲一样威风吗？只要你好好跟太傅学学问，你以后也能跟你娘亲一样。好，皇儿以后一定好好用功。